男人月薪1800，却被108位女神倒追，不仅倒贴房产，还求着给他生猴子。李小姐，豆腐脑，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喜欢吃咸的？甜的吧。对不起，我喜欢吃咸的。李小姐，我们不合适。丁，恭喜宿主相亲达到30分钟并拒绝相亲对象，奖励10万元。嘟嘟宝到账10万元。相亲一次奖励10万，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竟然是真的。那就再来一次，还清前女友留下的20万饥荒，重启我的新人生。柳如烟，你什么意思？5年，整整5年，为了给你治病，我白天打3份工，晚上守在病床前，求爷爷告奶奶的四处借钱。现在你病好了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是你自愿的，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体面点不好吗？去你妈的爱情！继续下一场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忍够半小时，拿钱走人。18号桌，你是虾先生。你好，我是虾仁。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，半小时倒计时启动，主角离场将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真是的，来相亲都不知道整理一下。服务员，忍住，为了10万块的奖励。这个9转大肠刺身，松露菊帝王蟹，还有这个。这娘们净挑贵的点啊，就这些都2、3千了吧？那个点那么多，我们吃得了吗？吃不完打包呗，我还有个12岁的儿子呢。你要是觉得点多了，这饭我就不吃了。您继续，千万别客气。哼，你喝不喝白酒？我不喝。来1瓶毛子。不是吧，这是想打包回去倒卖？靠，你丫的是来进货的吧？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李姐说我的条件你能接受，我再确认下。我2婚，比你大6岁，还有个12岁的儿子，你能接受？接受。2婚的女人那是被生活打磨过的宝藏啊，年龄更不是事儿。古话说女大3抱金砖，大6岁，我直接抱2块，赚翻了。至于儿子，买1送1挺好。那好，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年纪大了，不想再生了，但彩礼38万8，1分都不能少。没问题，高龄产妇嘛，再生孩子危险，而彩礼是你的保障，可以理解。2婚带娃要38万8彩礼，还不生娃，这是在拍短剧吗？可听李姐说，你工资是8000。8000，李姐这是把我兼职的收入也算上了。是的，有点少，确实少了点。你一个月多少？0.18个 W。这大姐可真能装，下次要是有人问，我也说我月薪0.28个 W。哎呀，我是因为要带孩子，要不然以我的能力月入过万轻轻松松。呵呵，看得出来。不过我明年晋升，月薪2万，年终奖另算。还凑合，勉强生活够了。那存款呢？不多，20、30万。那你连彩礼钱都不够呀？够的，我爸妈给我准备了60万结婚基金呢。那婚房买，我爸妈名下有3套房，到时候卖掉其中2套，在这边全款买1套3室1厅的。房本名字能不能加？加你儿子的名字，你儿子就是我儿子。可儿子上学要是没个车，挺不方便的。我爸刚买的宝马，直接开过来给你用。你爸做什么的？退休了，前几年家里拆迁补了3套房，还有100万现金。听着虾仁的胡吹，梅小姐的嘴角已经压不住了。看着面前的穷酸小伙，是越看越顺眼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处一处，你觉得我咋样？你时时刻刻想着自己的孩子，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，谁能够娶到你，真的是3生有幸。我真有这么好吗？不过我的闺蜜都说我值得一个更好的男人。丁，30分钟倒计时已结束，任务第1阶段已完成，现在只需拒绝女主即可获得10万元奖励。终于结束了。梅小姐，你问了我这么多，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吧。梅小姐，你刚才啃完蟹腿就直接扔，蟹黄都粘指甲缝里了，为什么不嗦一口手指头？这么不知道节俭，日子以后还怎么过？不是，这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吗？我妈说了，过日子得精打细算，连蟹腿肉都不嗦干净的人，以后指定得败光我家拆迁款。哪尼？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10万元。嘟嘟宝到账10万元。抱歉了，梅小姐，告辞。别走啊，我以后嗦干净还不行吗？女士，对不起，您还没有买单，不能离开，一共6800。不是我，是那个男人买单，你们拦着我干嘛？赶紧去追他啊！
菜是您点的，酒是您点的，那位先生一口没吃。哼，要么您想办法让那位先生过来买单，要不就自己把这个单给买了，或者我们报警，你选吧。好，你等着，我找李姐。一连拨打了10次，都在占线。梅小姐顿时气炸。无债一身轻的感觉真好。丁，全新任务上线，成功完成10次相亲，奖励500万。500万，这相亲王我当定了。李姐，虽然昨天的相亲很失败，但你还是尽了心的，这是我的谢意。喂，李姐，小霞，你也太客气了，给你介绍了那么个奇葩，你还给我这么大个红包。这样，我闺蜜有个表侄女也在找对象，我跟她提了你，她挺满意的。明天周6 8点，这次咱别去大饭店了，就约在星巴克见一面吧。哦，李姐，你是我亲姐。哈哈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先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姓黄，英文名叫 Linda， 是一家公司的文员，爱好逛街、旅游，现在在小粉书经营着一个美妆账号，已经积攒了几千粉丝。小粉书。女人每次相亲都会打开个1米8的塑料袋，还不等菜品上齐，就被他一股脑往袋里塞，就连桌上的毛子也被他夹在了怀里。可对面的男人却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，反而让他多打包点。原来男人拥有一个相亲就能获得奖励的系统，而今天是男人的第3次相亲。丁，女主就位，半小时倒计时启动，500万奖励任务进度加1，恭喜宿主触发隐藏奖励，任务完成可获得8级拳高手奖励。黄小姐还是个小粉书博主啊，今天要是相亲不成，你不会把我挂到小粉书上骂吧？哈哈，那不得看你的表现了。这女的段位挺高啊，算了，被骂就被骂吧，为了500万还有8级拳 ，I don't care， 呵呵，开个玩笑。冒昧的问一句，黄小姐的兴趣爱好挺广泛的，你的工资一定很高吧？兴趣爱好这种东西跟工资没有太大的关系。难道逛街、旅游这些现在都不需要花钱了？看来是我肤浅了。你是觉得我这些爱好不好吗？很好，从这些爱好就可以看出来，黄小姐一定是个爱好生活的人。谁能够娶了你，以后的生活一定会变得很有品质。呵呵，那夏先生，你平时都有一些什么爱好呢？我喜欢运动，我经常出去跑步，还有阅读。还有呢？他怎么一脸不屑地看着我？运动还有阅读，这不都是很健康的爱好吗？原来是想侧面了解我的财力啊！还有摄影，我对摄影也有一些兴趣，要不我们交流一下？可以啊。你摄影平时都用的是什么镜头呀？我习惯用的是尼康 AF-800毫米 f5.4 GFL/NVR 镜头。尼康的，那应该很贵吧？现在也就几万块钱的样子吧。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呢？自驾游。这个好。对啊，去一个新的环境，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看别人的生活，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。对，你的是什么车啊？新能源车。为什么买新能源车？绿色环保，我们只有这一个地球，降低碳排放，人人有责嘛。呵呵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觉悟。你今天开车了吗？开了啊，带你去兜兜风。看这架势，应该不是假的。咖啡还没喝完呢，待会吧。夏先生，你对超前消费怎么看？挺好啊，这是一个比较进步的观念。咱们国家的大多数人消费观念还是太保守了些，都舍不得消费，非要存起来，这样怎么够促进国家经济呢？是吗？我也这样觉得的。我办了几张信用卡，就是用来超前消费的。对了，听李姐说，你之前花了几10万给你的前女友治病，这事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。如果你喜欢的女孩子欠上了几10万的债务，你愿意帮她还吗？特么的，我想骂人，姓黄的，你看我长得像冤大头吗？如果我说的也是，如果我喜欢的人欠下了几10万的外债，而我又有那样的能力，那我肯定会替他偿还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哪怕犹豫1秒钟，那都是对我这份感情的不尊重。好油啊，还真是个恋爱脑。不过嘛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提款机。夏先生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的？你等一下，我上网查一下。你这是什么手机啊？看上去好像有一些历史了。是啊，用了几年的手机了。为什么用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换呀？是舍不得换？确实有一些舍不得，这是他送我的。夏先生，你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。不过确实应该换个手机了。你准备换什么手机呀？我对这个没有研究，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？我觉得最新出的那一款水果手机最好。丁，30分钟倒计时已结束，任务第1阶段已完成，现在只需拒绝女主即可获得8级拳高手奖励。终于结束了，黄小姐，我真的很欣赏你，但我没想到你竟会推荐这款米国手机。现在这种特殊时期，你知道吗？每一笔消费都会关乎立场，大是大非面前，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态度？我真的太失望了，告辞。夏先生，你听我解释，那你买菊花手机我也觉得很 OK 的啊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8级拳高手奖励。
这就是他说的新能源车吗？没钱硬装的小瘪三，我呸！小虾，怎么回事啊？小黄刚刚发微信给我，把你臭骂了一顿，说你是个骗子。李姐，回头我们再细说。喂，是我。虾老师，我今天家里有点事情，能不能麻烦你今天早一点过来给子轩补课，之后再把子轩带出去玩几个小时，你方便吗？房东太太这是把我当托儿所了，不过她挺照顾我，周末就做2-3小时家教，不仅饮料水果管够，还给我免了租金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过去。虾老师，麻烦你了，来吃点水果。没事，不麻烦。子轩，我怎么感觉你妈妈有点不高兴啊？这段时间爸爸吵着要跟妈妈离婚。为什么呀？你妈妈那么漂亮，那么温柔。因为爸爸在外面找的那个阿姨想要跟他结婚了，前2天那个阿姨还带着个弟弟找上门来了。虾老师，我就要没爸爸了。没事的，你妈妈爱你就行了，我们开始吧。结束了，轩轩今天乖不乖啊？呵呵，轩轩今天表现非常好，那我现在就带他出去吗？这是我那辆特斯拉的车钥匙，就停在这栋楼负1层东面，我微信转你1000块钱，你们玩得开心一点，可以回来的时候我会发微信跟你说的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佳佳，我跟你说哦，今天我去相亲，遇到了一个很装的小瘪三。怎么是他？他还真有一辆新能源啊？难道他真的是一个有钱人？这就是你的新能源车吗？靠，还真冤家路窄啊！这不是新能源车吗？可他是特斯拉，他也是米国的品牌啊。虾先生还真是双标啊！特斯拉的马先生他妈都住在咱们这边，他是爱华国的。不是，你。虾老师，刚刚那个漂亮姐姐是谁呀？今天的相亲对象。虾老师，你能做我的新爸爸吗？虾老师，你能做我的新爸爸吗？小孩子不要乱说话哦，小心让你妈妈听到了揍你。爸爸，别乱叫。嘿嘿，虾老师，妈妈跟我说了，她已经决定要跟爸爸离婚了，你的机会来了。小孩子乱说啥呢？我对你妈妈可没有那样的意思。你为什么不愿意做我新爸爸呢？是我妈妈不好吗？你妈妈很好，是我配不上。是因为你很穷吗？子轩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财富不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。你就说是不是因为你很穷？是。很穷就找一个富婆呀，比如我妈妈。虾仁懒得再废话，拉着子轩进了家餐厅。刚吃完，他的手机就响了。不久后，虾仁便将轩轩送回了房东太太家。谢谢你了，虾老师。不用客气。虾老师，明天能不能再帮我照顾一下轩轩？我明天白天可能都没空照顾他。没问题，看来这是离婚的事情还没有谈妥。房东太太再一次的向虾仁道谢。送走虾仁后，房东太太就呆呆的立在门口，无声的哭了起来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哭呀？轩轩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你爸爸不要我们了。妈妈，没事的，爸爸不要我们了，那就找一个新爸爸啊。刚刚虾老师跟我说，他喜欢妈妈你，他想要做我的新爸爸。这虾老师看着斯斯文文的，怎么这么坏呀？居然和小孩子说这些，喜欢我这个有夫之妇，他到底看上我哪一点了呀？我喜欢虾老师做我的新爸爸。你不要乱说话，这个不可能的。虾老师他说喜欢你呢。你不要再说了。第二天，虾仁还是提前来到了房东太太家，给轩轩补习。虾老师，我妈妈已经在跟我爸爸打离婚官司了。打离婚官司？为什么还要打官司？真笨，为了分钱呀，我爸爸就不想给妈妈钱，我妈妈当然不愿意，两个人吵了很久，他最后请了律师跟我爸爸打官司，要求按照法律规定的来分家产。你爸这么过分的吗？他在外面找了女人，有了私生子，按法律来讲，他属于妥妥的过错方，离婚分财产属于分得少的那一方，怎么还有脸给你妈分那么少呀？哼，看着我妈妈性格软弱好欺负呗。可是他没想到，这一次我妈妈不想忍了，她说她得为我以后的生活考虑，该争取的1分都不能少。你妈妈是对的。给轩轩做了半个多小时的辅导，房东太太这才叫他们出来吃饭。正吃着饭，突然就听到了外面哐哐砸门的声音。是谁啊？再这样砸门，我可就报警了。这是我自己的家，我砸自己的门，哪个警察敢管？臭女人，竟敢把锁给我换了！快把门打开，再不开门，我就将这门给砸了。是爸爸。轩轩，你回书房学习去。等轩轩回了房间，江圆圆这才凑到门口说道：“你在外面有家，我们现在正要离婚，你还来做什么？”我们只是准备离婚，还没有正式离婚。这里还是我的家，我想来就来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上次来就砸了那么多东西，警察已经警告你了，你今天又这样，我现在就报警。我回自己的家，你报警有什么用？
警察能不让我回自己的家吗？你迟迟不肯开门，是不是藏了野男人，怕被我发现呀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，夏老师是轩轩的家教老师，他才不是什么野男人，我跟他是清清白白的。有这么辟谣的吗？好你个江圆圆，咱们还没离婚，你就赶我家带野男人，开门！再不开，我直接拿消防斧砸门了。夏老师，你不要开门，他就是一个疯子。你就是那贱女人养的小白脸是吧？你别打人。我只是一个做家教的，你们夫妻矛盾跟我不相关。可你想要造我的黄谣，污蔑我的清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那你为什么出现在我家里？我是来给你女儿做家教的，我不出现在你家里，出现在哪里？我家不欢迎你。江姐请我过来的，你欢迎不欢迎有个屁用？夏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家教，我都已经请他几年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见都见过几次了，现在在这里含血喷人，你就知道帮小白脸说话。痛，你放手！嘴上不干不净的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放手，求求你放手，太痛了，胳膊要断了。还敢乱说吗？还敢过来欺负他们娘俩吗？不敢了。滚远点吧，别耽误我给轩轩补习功课了。严振东捂着手臂，在地上大口的喘气，刚缓过神，他就突然攥起拳朝虾仁冲了过来。夏老师小心！夏老师，他不会有事吧？怎么，你心疼了？我是担心他出事了，你会被抓起来呀。我有分寸的，不会出多大的问题的。江姐，这门口的监控是好的吧？是好的，前天他来闹事，把监控砸了，我又换了一个新的。那就没事了，监控可以拍下来。我是正当自卫，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你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呢，没你那么多钱，我不介意跟你1换1，还不快滚！哈哈，夏老师，没想到你看着文质彬彬的，居然这么厉害。哪有，都是跟电视上学的。那个江姐现在也没什么事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等一下，那个夏老师，你现在房子住着还习惯吗？挺好的呀。你今晚可以留下来吗？好呀，夏老师来这里住最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天天给我辅导功课了。夏老师，我怕他这几天再来闹事，你能不能搬过来住几天？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，住1天500块钱，怎么样？房东太太一直待我不薄，我最苦的那几年，她免了我的房租，如今孤儿寡母遭人欺负，我不能不管。好啊，还从来没有在这么高档的小区住过呢，要不我今天就住这里。太好了，夏老师，你就一直住下来吧。这个就没有必要了，住些日子是没问题的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家房子很大，又不是没有房间给你住。夏老师有自己的生活。第二天，虾仁回家拿了些换洗衣物，他刚把车开到地库，周围就冲出了4、5个拿着钢管的人，大叫着冲向虾仁。江姐，你快下来，地库出了点事情，你的车被人砸坏了。夏老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几个人不知道受了谁的指使，在停车位埋伏我，手里都拿着钢管，见我从车上下来就打我，车门也被他们砸坏了。你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我好歹有点武术基础，就这几个阿猫阿狗想要干翻我，不可能的。之前还吐槽系统给的这个奖励没用，文明社会还要武术做什么呀？现在看来，这个奖励是最有用的。报警了吗？已经报警了，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过来。都是我拖累了你，不关你的事，是那个指使的人太丧心病狂了。没过多久，几个警察就赶了过来。虾仁和房东太太录完口供便回了家。房东太太刚回家便接到严振东电话。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今天车库的事情你不要追究了。凭什么不追究？夏老师差一点就被你叫的人给打死了，5、6个人拿着钢管来伏击他，这个时候叫我不追究？你不要乱说话，那不是我叫的人。不是你叫的人，你怕啥？我懒得跟你说，反正不是我叫的人。你不追究这件事情，我也不追究你包养小白脸的事情，咱们好说好散。你血口喷人，我跟夏老师是清白的。好，你们清白，我不跟你计较这个。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，你要是愿意谈判，我们就好好谈；你要是不愿意谈，那就看谁命更大，谁能活到最后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明白一点。我没什么意思，你自己考虑清楚。我听说那几个人里面有2、3个被你那个夏老师打成骨折了，其中有1个还是粉碎性骨折。我可以劝他们不要追究，你要是一直咬着不放，当然你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你那个夏老师指定脱不了身。他是正当防卫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一手遮天，我也可以给他请最好的律师帮他打官司。当谁请不起律师呢？就算最后被判无罪，这官司怎么也得拖他个几年。你愿意的话，我不介意陪你们慢慢耗。听到这话，江圆圆沉默了良久，她才开口道：那你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你们不要追究，我也劝他们不要追究。离婚的条件我可以放宽一些，你现在用的房子车子归你，那几栋出租房归你，公司归我。凭什么？离婚的事情你是过错方，这件事情也是你指使人干的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不是我指使人干的，我没那么傻。是你外面那个女人叫人干的，
是吧？不是他干的，是他堂哥自作主张，跟他没关系。原来是你外面那个女人指使的，难怪你害怕了。你就怕把她给关进去坐牢吧？买凶杀人，那罪名可不轻，未遂也不轻。不是他指使的，是他堂哥，跟他没关系。我跟他堂哥无冤无仇，人家会无缘无故的做这种事情吗？既然你说不是他做的，那就什么都不说了，让警察去查呗，该谁坐牢就让谁坐牢。反正我是不怕的。你现在用的房子车子归你，那几栋出租楼归你，另外再给你1个亿做补偿，保证以后再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，怎么样？额外补偿5个亿，这件事我可以算了。那太多了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也不可能给你那么多。那就法庭上见呗。挂了电话，严振东又反复打了电话过来，几次之后，江媛媛这才不耐烦地接起电话。我不想跟你说什么了，你还打过来做什么？就按你说的做，今天这件事情不要追究了。行，下午让你的律师和我的律师去谈。5个亿我暂时筹不出来，最多2个亿，剩下的我可以打欠条，1年内付清。江媛媛知道严振东的公司很赚钱，但是她也知道要一下子拿5个亿出来确实不现实。那也行，就用你那家公司做担保。2个人算是达成了初步的协议。几天后，房东太太让虾仁陪她一起去了法院。江媛媛，你还说跟他清白的，现在都不逼人了，带着他来法院，难道这也是家教老师应该提供的服务吗？还不是给你们逼的，要不是你们搞那种下三滥的事情，我也不用让家老师请假来保护我了。哈哈，真是可笑。我不管你们的纠纷，我拿钱办事，但是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不要牵扯到我了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我不是怕他，这是幸福者必让原则。我一个穿鞋的，没必要跟他一个光脚的对着干，太不值得了。在虾仁的陪伴下，房东太太最终赢得了这场官司，离掉了这场10几年的婚姻。一行人走出了法院。你现在满意了，跟了我10几年，赚到了几个亿，大多数做企业的都没你这么赚钱。你也算是创业成功了，现在可以跟你喜欢的小白脸一起生活了。你有种再说一遍。我可没有说你，我说的是小白脸，你别对号入座，对号入座就是唏嘘。这时，房东太太突然把脸凑近虾仁。你，他就是我的小白脸，你还满意吗？大姐，你来真的呀？我就知道你们有一腿。江媛媛，你这个贱女人，还好意思说我是过错方，要多分钱。严振东气得浑身颤抖，要不是害怕虾仁武力值太高，他都要冲过去打人了。而江媛媛见到前夫如此愤怒的样子，莫名的就感觉到一阵快意。我们走，不要跟这种小人一般见识。虾仁一脸惊愕的被江媛媛挽住往外走，脑袋里乱纷纷的，身后的严振东还在那里骂得相当的难听。不要以为你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你就赚了。这个女人年纪比你大，后面的10几年她就没再多生一个，你和她过一辈子又能怎么样？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有，最后还不是帮我养女儿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，信不信我让你这辈子都说不了话？算了，我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不行，我要跟他一般见识。听我的，我们回去吧。那好吧，我们回去吧。车子开了很长时间，2人都没有说一句话。突然，江媛媛小声说道：“对不起。”什么？我不是故意要占你的便宜的，我就是太气愤了，想刺激他一下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做的。没事，我能理解。实在是抱歉，夏老师，我补偿你吧，我给你转10万块钱，当做你的精神损失费。我是男的，又没有吃亏，你补偿我做什么呢？跟你这么漂亮的女性亲戚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他这意思是真的喜欢我，还是真的喜欢跟我亲亲呀？你今天吃草莓了吗？吃了一个草莓蛋糕。江媛媛有些疑惑，忽然她反应了过来，小脸顿时红彤彤的。如今江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也该去相亲了，给李姐发个红包吧。想到这，虾仁便给李姐发了个红包。没一会，李姐就打来了电话。小虾啊，你看你都没给你介绍成功，你还这么客气？成不成功那是我和女方的问题，只要介绍了，那就是李姐你的功劳，这个还是要感谢的。你放心，下一次我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。这小虾还挺大方的，每次介绍都给红包，这得多给他介绍几个。实在没有资源了，也可以请人跟他演几次相亲，大不了到时候红包1人1半。好，那就麻烦李姐费心了。晚上，虾仁刚准备睡觉，李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你明天有没有时间？有啊，现在我比较清闲。我这边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孩，做电商的，她父母跟我认识，我说了你的条件，她父母还挺满意的。你今天下班要是有空的话，不如就见个面聊一聊，看看合适不合适。我没有问题，不过就我这样的条件，你确定她父母挺满意的？你也不要妄自菲薄，咱们是国企员工，工作稳定，退休福利也好，人家父母也不差钱，就想给女儿找一个稳定一点的。那好吧，不管人家是怎么想的，愿意跟我相亲就行，也不知道这次相亲会不会还有额外奖励。他妈说她喜欢吃辣的，见面地点就约在湘菜馆，你这边行不行？行啊。你是李阿姨介绍的那位虾先生吗？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黄金腰子1对；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则视为相亲失败，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你是冯小姐吧？是我。我听说前些天你相过一次亲，那个相亲对象一下子就点了几千块钱的菜品，还点了1瓶茅台，是不是真的？
确有其事。你不怕我也这样做吗？看得出来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还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夏先生，我感觉你是一个好人，有些话我不想瞒你。请讲。我并不想结婚，我这一次过来相亲，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家里。能够理解，冯小姐，你现在正是拼事业的时候，确实不适合为了结婚耽误自己的事业。谢谢理解，这一次耽误你的时间，让你来陪我演这场戏，我非常的抱歉。这一次吃饭就由我来买单吧。哪有让女士买单的道理？我们 AA 吧。AA 最好，谁都不吃亏。夏先生，等回去后，李阿姨问你相亲相得怎么样，你能不能帮我瞒一下？就说不喜欢我这个人，不要说是我不想结婚。没问题，我就说跟冯小姐你聊了一会儿，觉得你太优秀了，我感觉我们两个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我配不上你，不想耽误了你。谢谢，但你也没必要贬低自己，你就说看不上我这种假小子一样的人都可以，把我贬低一些，说不定我家里觉得我这个人不行，就不会一直逼我出来相亲了。冯小姐，你条件不差，年纪也不是很大，为什么你家里那么着急要逼你出来相亲呀？我就是随便问一问，不方便说可以不说的。其实说了也无妨，我喜欢女人。21世纪听到这样的事情，有这么惊悚吗？没有，并没有感觉到惊悚。我尊重这个世界所有不会妨碍到别人的爱好。你人挺好的，如果我不是喜欢女人，我也许真的会跟你处下来。可是我并没有结婚的想法，没你说的那么好，我到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，已经很能说明情况了。听到这话，冯小姐紧紧盯着虾仁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？没有，我在考虑一个问题。你不会看上我了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喜欢的是女人，对男人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就好，你这个表情吓了我一跳。不是，虽然我确实比较男性化，就一假小子，但我长得也不丑吧？看上你了，也不至于把你给吓到吧？跟外貌无关，跟爱好有关。你放心，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的。我不是那种双性，我就是喜欢女孩子，我的取向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那你现在可以说一下你在思考什么了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处下去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喜欢我什么？我可以改。你别多想，我就是觉得咱俩可以接着相亲，这样我家里看我好像在谈恋爱，就不会一直催我了。我看你也没打算结婚，正好也能拿我当个借口，咱俩互相帮个忙，不是挺好吗？我们才不一样，我是系统在催我，不知道跟一个人重复相亲是共计一次，还是每一次都算作一次有效相亲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倒是可以的。也不是不可以，过几天试一下，可以就长期合作下去。他向父母交差，我向系统刷 bug。如果不可以，那就算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夏先生，合作愉快。冯小姐，合作愉快。恭喜宿主完成第3次相亲，获得黄金腰子一对。吃完饭，两人加了绿泡泡后就各自回家了。虾仁刚到楼下，李姐就打来了电话。今天相亲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挺不错的。你们加了绿泡泡没有？已经加了。这是准备谈下去吗？我跟她都觉得可以继续接触，多了解一下。谢谢李姐的牵线。哎呦，那感情好啊，我就喜欢帮人说媒。你真是个好人。两人闲聊了几句，便挂了电话。紧接着，房东太太发来绿泡泡，麻烦他明天去接轩轩放学。虾仁想起昨天两人的事，心里泛起一阵涟漪。轩轩这边，轩轩，那个男的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见到过啊？我爸爸。哇，你爸爸今天来接你了。轩轩告别了同学，飞快向虾仁跑去，直接扑在了虾仁的身上。爸爸，这孩子又胡说八道了。看着周围那么多学生家长，虾仁没有反驳，反而紧紧抱起了轩轩。亲爱的小公主，咱们上车吧。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，也不知道对你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但我觉得你应该要知道。什么消息？是你跟我妈妈亲上了，还是牵上手了？小孩子的直觉这么准的吗？不是，夏老师，你真跟我妈妈牵上手了呀？没有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？你不要瞎猜了。那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呀？你妈妈跟你爸爸离婚了，法院判决的是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可太好了，夏老师，你快去追我妈妈吧。我妈妈那么漂亮，又那么有钱，还那么能干，你不追，会有很多人追的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闻言，虾仁连忙岔开话题，回到家中，江圆圆早就做好了一桌饭菜。轩轩，放寒假了，妈妈就带你出去旅游好不好？好呀，那夏老师会不会和我们一起去呢？闻言，江圆圆不由看向虾仁，她之所以想带轩轩出去，一来是怕麻烦虾仁，二来也可以避免前夫那边的危险。江姐，我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，再不回去上班就说不过去了，你们去吧。轩轩乖，虾老师也有虾老师的事情，这次就我们去吧，下次我们再邀请虾老师好不好？轩轩轻应一声，眼中有明显遗憾，因明天要考试。轩轩晚餐后就早早休息了。虾仁洗完澡躺床上，却久久难眠，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房东太太身影。道心松动了，都怪这黄金腰子。虾老师，你睡着了吗？还没呢，怎么了？我想着终于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，可以喝点酒庆祝一下。虾老师，你能陪我喝一次吗？你喜欢喝酒吗？不喜欢，可是今天我想喝醉一次。虾仁明白了，他这段时间承受的压力太大了，
想要通过喝醉来释放一下压力。没问题，我舍命陪君子。两人来到客厅，一杯接一杯的喝起来，他眼神越来越飘，像是有点醉了。这酒真不好喝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酒呀？也许不是喜欢喝酒，是喜欢醉吧。我也想喝醉，可我不知道喝醉了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房东太太说着，又给自己倒上了半杯红酒，盯着虾仁看了一会儿。虾老师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这就是酒精的魅力吗？竟然让一个很矜持的女人问出了这样的问题。虾老师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哈哈，你不要害羞，可以把你的真心话说出来。喜欢。这女人刚离了婚，心情不好，现在又喝醉了，还是哄她一下吧。谁让人家是金主呢？虾老师，你不能喜欢我。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你不能喜欢我。房东太太重复了一遍，她此刻脑子运转很困难，发着呆想了一会儿，然后神色凝重地说道：我们不适合。哦，知道了，我们不适合。你还没结过婚，我离了婚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我不但不能生育了，而且年纪也比你大。虾老师，我们不适合的，我配不上你。也不能这么算。虾老师，我知道你很好，可是我们真的不适合。我年纪那么大了，又那么笨，连孩子都不会生，平时也没情趣，什么本事都没有，我真的配不上你，你换个人喜欢吧。看着江圆圆满口胡话，还不停地掉着眼泪，虾仁明白她是真的伤心了。也许严振东常拿这些事 PUA 他，久而久之，他认同此观点，认为自己一无是处，产生了自卑心理。江姐，你不要这么想，其实你很好的。为什么叫我江姐？为什么不叫我圆圆？是嫌弃我年纪大了吗？圆圆，其实你挺优秀的，你完全没必要内耗。我不优秀。说完，他拿起酒杯，咕嘟的又喝了一大口酒，脸上红晕更甚，眼神也更迷离了。别喝了，你喝得太醉了。虾老师，你能不能抱一抱我？虾老师，抱一抱我，我好难受。好，抱抱。房东太太起身就扑到虾仁的怀里，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。突然江圆圆开口道：虾老师，我要是能生孩子，你会要我吗？问这个做什么？不会他那么伤心是因为这个吧？虾老师，要是我以前遇到的是你，那该多好呀！你以前若遇到我，未必好。我没能力又穷，给不了你优越生活。若在一起，虽没人 PUA 你，但会很穷。你需求难满足，烦恼多，或许会想当初遇上有钱人就好了。过了好久，房东太太哭声渐小，情绪不再激动，随后没了声音。虾仁一看她已睡过去，无奈将她抱回卧室。虾老师，你不要走，我要你抱着我睡觉。我这2天都梦到你了。好，我不离开你。看着喝醉酒的房东太太，眼神迷离，满脸红晕，透着一股成熟女人特有的说不出的魅力。虾仁不由自主地向其凑了过去。很久之后，虾仁突然爬起来，给了自己一巴掌。怎么就这么经不住考验呢？难道我下半辈子就要跟这个离异带娃的少妇走下去？虽然软饭很香，虽然他确实抱了金砖，可这也太突然了。孽缘呀，我还是太年轻了，没管住身体。此时，房东太太已睡去，虾仁给她盖好被子后，走出了房间。次日清晨，虾仁做好了饭，便让轩轩叫房东太太起床。妈妈，起床吃饭了。子轩，你要我做什么？饭做好了，该起床吃饭了。吃饭？现在什么时候？现在已经是早上7点多了。哪来的饭？虾老师做的啊。虾老师为什么要做饭？说着，江圆圆突然从床上坐起，想起昨晚和虾仁喝酒之事，虽记忆模糊，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。跟虾老师喝酒，结果那么快就喝醉了，还要劳烦他做饭，真的是太丢人了。以后再也不要喝酒了。轩轩，你出去吧，妈妈要换衣服了。轩轩离开了卧室，房东太太这才开始换起了衣服。我里面怎么什么都没穿？是我自己脱下衣服换上的这睡袍，还是说是虾老师帮我的？不会吧，肯定不会。对，肯定是我自己换的。房东太太换好衣服，一脸愤怒地走到轩轩身边，看到餐桌上摆的几盘菜，又看了看虾仁，她的内心有点纠结。这好像是第一次有男人给我做饭吧？可他怎么可以趁我喝醉就对我？吃完早餐，虾仁送完轩轩去学校回来，就要回房休息，房东太太却叫住了他。虾老师，你等一等，我有些话要跟你说。江姐，你要说什么？虾老师，昨晚我喝醉酒了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江姐，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我不记得了，但我不是傻子，我知道你肯定对我做了些什么。虾老师，我没想到你是那样的人。不是，江姐，你不能这么说呀！我承认，我们确实是做了些什么，可是这个你不能赖到我身上。你的意思是，那是我的问题吗？江姐，你真的是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我不记得了。看着虾仁的反应，江圆圆突然意识到脑海里的某些画面可能是真实的。想到这，她的脸不由红了起来。当时你喝醉了，眼泪汪汪的求了我几遍，我没办法，只能过去给你一个拥抱来安慰一下你，然后你就抱着我哭起来了。江圆圆记忆中好像有那样的画面，脸更红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又发生了什么？然后你哭了很久就睡过去了，我就把你抱到你的房间让你睡觉。所以你看我睡着了，就趁人之危了吗？我把你放到床上，要离开的时候，你又醒过来了，拉着我不让我走，要我陪你。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我可以对灯发誓。看着虾仁如此严肃的模样，江圆圆满脸通红，不由得用手捂住了脸。她不敢相信自己会是那样的女人。我有那么不要脸吗？
也许是你喝多了酒，喝醉了，确实比平时要奔放一些。比如你不愿意让我叫你江姐，非要我叫你圆圆。又比如你还问过我。请你不要再说了。房东太太低头捂着脸，她羞愧的不敢去看虾仁。好吧，不说了。其实江姐你不用太在意，喝多酒了说些胡话，人之常情。不要再说了。好，不说了。江姐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我准备休息一下。你去吧。虾仁如获大赦，赶紧就离开了。江媛媛则陷入了羞耻的感觉，难以自拔。我怎么是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呀？太丢人了。她心里肯定会很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是一个不要脸的老女人。天哪，让我死了算了吧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虾仁在卧室里收到了房东太太的消息。虾老师，真的对不起，我没想到我喝多了会那么不要脸。不要这么说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情我愿的，谈不上谁对不起谁。我给你补偿钱。江姐，千万别这样，这本来只是成年人的各取所需，你要是转钱，性质就不一样了，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侮辱。房东太太看到这条消息，这才停下了要转账的手。我那是喝多了酒，你不要怪我。我没怪你，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我也有问题，怪就怪我没控制住。房东太太打了几个字，又删了，再打几个字，又删了。最后，她给虾仁发了条消息：明天上午，我准备和轩轩出去旅游了，可能要过完年了才会回来。这房子你就先住着吧，长时间没人住。我怕家里会进小偷。这是怕我搬走吗？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吧。好的，一路顺风，玩得开心。但是春节那几天我会回家，也不能一直住在这里。那没事，多住几天总要好一点。还有件事，你银行卡号是多少？给我发过来。这位姐又要做什么？又要打钱吗？要我银行卡号做什么？上次在车库你被人伏击，我说了要补偿你的，现在钱也到位了，该兑现了。算了吧，一码归一码，这个是我之前就承诺要给你的。我不能说话不算话，这样会让我老是觉得欠你很多。因为那件事情，严振东有把柄在我手上，财产分割也多分了一些给我，这是你应该得到的。虾仁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银行卡号发给了江媛媛。没过一会，手机上就收到了一条130万的到账提醒。江姐，你这个给的太多了。你不觉得少就行，因为你这个事情，他至少多给了我2个亿，给你100多万不多。你再说这个，我就会认为你嫌弃我给的少了。好吧，那就多谢江姐了。不用谢，应该的。呵呵，没想到就这么一天时间，我就变成了一个100万土豪了。第二天，虾仁送走房东太太母女，就给冯双宝打去了电话。他想验证一下系统的 bug 可不可以刷。兄弟，今天有空吗？有啊，有空那就一起吃个火锅呗。可以多加1个人吗？多加1个人什么意思？带我闺蜜过去呗。你放心，我会跟你 AA 的，我出2/3的钱。问题是没问题，但我不是很理解，我们相亲为什么把你闺蜜带上呀？怕她吃醋，我跟她说过这事，她有一些不相信，觉得我是在骗她，所以我想把她也叫过去，当面跟她解释，她应该就不会再怀疑了。没问题。哪家火锅店？你给我发一个地址。好。下午，虾仁就开着江媛媛那辆玛莎拉蒂去了约好的那家火锅店。过了10来分钟，冯双宝这才带着一个女孩过来。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来迟了，这我闺蜜姚锦如。我叫虾仁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姚锦如的语气有点冷淡，看起来她对虾仁并没有什么好感。兄弟，你今天是不是又开着那辆特斯拉来的？听到特斯拉那3个字，姚锦如的眼睛一亮，看向虾仁。那辆特斯拉前几天出了点问题，拉去维修了，今天开的玛莎拉蒂来的。玛莎拉蒂这4个字一出，姚锦如看向虾仁的目光不由变得柔和了起来。宝宝跟我说过，你们2个并没有真正的相亲，我也没有其他意思，就是想认识一下宝宝的朋友。在家里，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要我赔偿青春损失费的，那怕不是你的第2人格吧？我跟虾仁就见了一面，我感觉他不是坏人，聊得也比较投机，这才加了微信。我们相亲纯粹就是让双方父母放心，并没有别的想法。在我眼里，小冯就是兄弟，不可能对他有任何暧昧的念头。那虾先生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呢？我喜欢大波浪的女孩子。大波浪、黑长直那种不行吗？他的意思是喜欢。听到冯双宝的解释，姚锦如愣住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，这个无可厚非吧。再说，癖好归癖好，我并没有结婚的打算。为什么呢？结婚是一场冒险，我怕了。曾经被爱伤透了心。哦，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？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太多风雨。哈哈，好吧，不提这个了。姚锦如的目光闪动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吃了一会儿，冯双宝起身去了洗手间。等他走后，姚锦如微笑看着虾仁。虾先生，能说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？在一家国企上班，混吃等死。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1辆车的奖励。注意，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这样也可以的吗？难道这个女人有了和我谈对象的念头，刷系统的 bug 刷不了，但兄弟的女朋友这时候居然要跟我相亲？在国企混吃等死，那你是怎么开上特斯拉，又开上玛莎拉蒂的？这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。怎么说？我除了在国企上班混日子，有空的时间也会搞一搞自己的事业。特斯拉和玛莎拉蒂都来自于这个。什么事业？
虾仁想着自己刷系统的奖励以及给小学生做家教的事，该怎么说才能显得高大上一些？有时候是做一些教育咨询类的工作，做教培。对，有时候是寻找系统的 bug， 然后获得奖励。软件工程师，你居然还懂得软件？略懂一点，有时候也会给人提供安全防护服务。你怎么什么都会？也太厉害了吧！一般般，做了几年都没什么起色，也就今年才有点成绩。能赚多少呀？这个月大概有个100多万的进账吧。夏先生，你真厉害！宝宝要是有你这么厉害就好了。冯老弟很优秀，比我优秀多了。我在他的这个年龄的时候，远远的不如他。你什么年龄了？我看你看起来很年轻呀，不会比宝宝大多少吧？我快30了。夏先生，你这么年轻有为，追你的女孩子一定很多吧？为什么要走相亲的道路呢？相亲是为了应付父母，他们希望我结婚，但我个人暂时不是很想结婚。为什么？结婚对你们男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太冒险了，受过伤，不敢再相信这种东西了。我觉得把未来几十年的幸福寄托在别人的身上，有点不大靠谱。但还是有很多结婚的人过得很幸福的，遇到了正确的人，肯定会比一个人过得更幸福。也许吧。虾仁本来想反驳的，但想到现在是在系统的安排下跟他相亲，得拖住半个小时，可不能把人给气走了。但这个要看缘分，也许缘分来了，真的遇到了那么一个正确的人，那我也不会拒绝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才是正确的人呢？哈哈，大波浪的吗？这就是玩个梗，我不会那么肤浅。所以你喜欢的女孩子是？我更喜欢内在美、贤良淑德的那一种，当然外在也不能丑。在你眼里，我算丑还是算美？很漂亮。你都没认真的看我。我跟双宝兄弟情同手足。哼，我又不是你双宝兄弟的附属物，我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人。这女人不简单呀。无奈之下，虾仁认真的打量了姚景如一遍。很漂亮，我说真的。其实我性格也挺传统的，在家的时候喜欢做家务，喜欢自己做饭。你喜欢那种没有工作，喜欢宅在家里的女孩子吗？对我来说，我的女人有没有工作，这个不重要。你真的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，现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很少见了，能做你的女朋友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虾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斟酌了很久，正要开口，冯双宝回来了。夏先生，刚才我们的话不要告诉宝宝了，我怕他会乱想。我明白。你们也不行啊，给你们这么长的时间，你们也没有吃掉多少。好东西不能独享，要等着你来一起吃。虾仁看着冯双宝的目光多了一份同情。这兄弟有这样一个闺蜜，怕是又要遭受一次打击。不过她都已经被打击几次了，应该也习惯了。冯双宝回来之后，气氛又变得融洽了起来，三个人有说有笑的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完成第4次相亲，获得奖励宝马7系大型豪华轿车1辆。宝马7系豪华大轿车，100万级的豪车，系统这么好的吗？这可不是借的车，而是属于自己的车。虾仁想到过年开着这辆车回家时，邻居们脸上的震惊，脸上忍不住就露出了笑容。笑什么呢？想到了开心的事情。什么开心的事情？今天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家的狗生狗崽子了。吃完火锅，三人走到了停车场。姚景如看到了虾仁的玛莎拉蒂，眼睛直发光。从来没有坐过这么好的车呢。姚景如说这话的时候，目光就看向了虾仁。冯双宝脸上有一些尴尬。兄弟，你要努力呀，好好的工作，到时候也买一辆玛莎拉蒂。回去后我就上网搜一下哪里要肾的，我觉得我可以卖掉1颗。这话一出，姚景如的脸色变得有一些不好看了。打工人那亚健康的肾不值钱，你想要卖肾，还是先要对自己好一点，把肾养好再说。夏先生，我们加个微信好友吧。冯双宝一愣，目光闪动，似乎在想着些什么。加上微信后，虾仁便在车上发现了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系统奖励的车钥匙和各种证件。他满心欢喜地开车回到房东太太家。刚到车库，他就看到了那辆宝马7系。年近30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车了，继续努力相亲，不知道下次会给什么额外奖励。可接下来找谁呢？李姐那里的资源现在肯定是不能用了，看来只能指望家里了。想到这，虾仁立马掏出手机给家里拨了通电话。妈，再过几天我就要回家了，相亲对象给我安排了几个呀？你真要准备相亲呀？不是在骗我吧？当然是真的要相亲，我骗你做什么呢？过完年我就30岁了，还没有找对象，难道你真的就不着急吗？嘿，明明是你不愿意相亲，听到说相亲，人家都不回，现在怪我了。好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可现在我已经迷途知返了，相亲对象你给我安排了没有？你有什么要求呀？女的。就这一个要求，没别的了吗？又不是真的要结婚，只是相亲而已，要那么高的要求做什么呢？会自己上厕所，下雨知道往家里跑。儿啊，这几年你到底是经历了什么？怎么要求这么低了？条件太高了，人家看不上呀，把条件放低一点，说不定还能谈上那么一个呢。那我有数了，这些天我也问问那些老姐妹。妈，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一声。什么事？我买了一辆车，准备开着车回去过年。啥车呀？50还是昌河啊？瞧你这话说的，你儿子就只能买50了啊？我买的是宝马。你买那么贵的车干嘛？哪来的那么多钱？这不是为了回去让你们有面子吗？也不贵，买的二手的，很便宜。
听到说是二手的，虾仁妈才松了一口气。你别那么失心眼，回去后别人问你，你不要说是二手车，你就说你买的新车。放心吧，妈，这个我明白。前2天才给车上的新漆，看上去跟崭新的一样，谁都看不出新旧来。那我就跟别人说你买的是新车，你可别拆我的台。肯定不会。打完这个电话，虾仁心情又变得愉快了一些。回到家中，他简单的做了顿饭，吃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了婚介公司。光靠身边人来介绍，效率也有点低，我得开创另外的业务渠道。听说有很多婚介公司专门给人介绍相亲，我也去试试吧。虾仁说干就干，马上就拿钱充值了几家婚介公司。在等婚介公司回复时，姚锦如突然发来微信：夏先生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吃饭。在哪里吃饭？在家里吃饭。一个人？当然一个人。介意多一个人吃饭吗？就做了一个人的饭菜，而且快要吃完了。我不相信，你发一张照片过来。虾仁拍了照片发过去，照片里的菜确实都吃得差不多了。这时，姚锦如却打来了语音通话：你家的房子多大啊？光餐厅就那么大？这关注点就有点奇怪了，难道不应该是关注餐桌上面剩下的饭菜吗？100多平米也不能算很大。你们有钱人住的真好，我和宝宝就只能在城中村租那种2室1厅的小房子住。城中村的2室1厅也不小了，月租得2-3千块钱1个月了吧？客厅还没你的餐厅大。这房子不是我的，其实我租的房子也是城中村的1室1厅，面积才20-30平米。哈哈，我又不会抢你的房子，你不用这么说。真不是我的房子，是借住在别人家，已经相亲过的人，在系统这里没有价值了，也没必要隐瞒。现在谁还会将自己的房子借给别人住呀？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个这样的大好人。是我的客户。好吧，我相信你了。对了，你晚上有没有时间呀？今天出去跑了1天业务，挺累的，晚上准备休息。明天后天呢？问这个做什么？周末宝宝都很忙，没有时间陪我，我又没有自己的朋友，一个人在家里挺无聊的。你能不能陪我出去逛逛街？这样不大适合吧？哎呀，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？就是普通朋友一起出去逛逛街，吃吃饭。宝宝没有那么小气，他知道了也不会生气的。不好意思哈，周末也是我业务最繁忙的时候，抽不出时间来。真的假的？先这样，我有点事处理。虾仁挂了语音，随即便给冯双宝打了通语音电话。兄弟，你有时间还是多陪陪你女朋友吧。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你女朋友刚刚给我发微信，说周末她一个人在家里很无聊，问我有没有时间陪她逛街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没时间。你要真有时间的话，就陪陪她呗。不是，兄弟，你是没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就这么相信我，相信你女朋友呀？我懂你的意思，可是我相信你不会对我女朋友有意思。兄弟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不该说。这个回复将虾仁给噎在那里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了。我很感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情，这也说明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也说明你对他没有想法，你陪着他逛街，我很放心。那你知道他的想法吗？知道，可我更知道，你不陪他逛街，他会找别的人陪他逛街，也许是女人，也许是男人。看到这话，虾仁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。他对姚锦如并不是那么的信任，与其让这个女朋友找别的男人陪着逛街，还不如找我。至少他相信我不会对他女朋友做什么。这明白归明白，但是还是不能理解，你真要准备吊死在那棵树上吗？我很爱他。那你知不知道他到底爱不爱你？没有他我会死。哈哈，兄弟，你也不是失恋1次2次了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，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呢？可是他不一样。他哪里不一样了？比别人更深情，还是比别人更体贴？我说不清，可他就是不一样，我很怕失去他。兄弟，恕我直言，你这有点太舔狗了。我愿意给他当狗。哥，求求你，明天就陪着他逛街吧。他一个人在家也确实很无聊，无聊就容易胡思乱想，求你了，我给你发个红包。我已经拒绝他了，我说我没有时间，我真心建议你好好的考虑一下你们的关系，好好的想一想，值不值得？他值得。虾仁结束了通话，仔细想了想，突然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。只知道男人很多舔狗，没想到女人也能舔成这个样子，难道是因为他已经男性化的缘故吗？虾仁想不明白，也没法理解，便决定此事到此为止。转眼到了周一，虾仁开着自己的宝马车去上班。虾仁，你过来，有件事情要找你了解一下。难道是我请假的事情暴露了？虾仁跟着领导走进来一间办公室，里面竟然有2个帽子叔叔。我就是请个假，需要报叔叔吗？虾仁啊虾仁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老实人，还想着以后有机会提拔你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领导，都是我一时鬼迷了心窍，做出了这样的事情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做了。呵呵，原谅你，犯了这么大的罪行，还要我原谅你？你就等着进去吧。不是，领导，这至于进去吗？你以为这是小事吗？现在帽子叔叔都来了，你就好好的交代你的罪行吧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：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我不该请假的。那是请假的事情吗？请几天假，那算什么大事？至于让帽子叔叔都找过来吗？我不该用我大舅去世的事情来请假，我大舅已经去世10几年了。你还在给我蒙混过关？啊，不是请假的事情，那还有什么事情？我这段时间也没有顺过厕所的卫生纸了呀。你这人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帽子叔叔这个人一点都不老实，不肯交代他的罪行，我是没有办法了，你们来问吧。
等等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呀？我没权没势的，我能犯下什么罪行呀？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己谋求私利，金额相当巨大，我们是过来查证的。不是，我有什么权利呀？领导，这两位帽子叔叔不知道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就是一普通员工，我有什么权利来给自己谋求私利？谁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毕竟你是连嘎了10几年的大舅都能拖出来再嘎一次的人。你这几天是不是收到了一笔巨额的转账，还发到了朋友圈？确有此事，有人把你这个朋友圈截图举报到了我们这边，据说你1个月到手的工资还不到4000块钱，你家庭也不宽裕，请问那100万是怎么来的？肯定是出卖了公司的利益才换来的这么大一笔钱。因为我得到了那100万的转账，所以就认定我出卖公司利益了。不然你那100万怎么来的？我可以告诉你那100万的来历，你们也可以打电话询问，我保证每一分钱都是清白的。但我想问，诬告我的人会受到惩罚吗？我确实是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但那条朋友圈我设置了只能1个人看到，就是我的前女友江林。没想到这女人这么恶毒。你先交代你的问题，是不是诬告？等下再说。行，我说。虾仁随即说出了事情的原委，帽子叔叔也打电话询问了房东太太，最后几个人都很尴尬。很明显，虾仁是被诬陷的。很抱歉，虾先生，我们也是接到了群众的举报，不得不追查核实一下。你以后没事也不要在朋友圈发这些东西。我以后不会发了，但我想知道诬告我的人能受到处罚吗？你这个突然来了一笔不明来源的巨额财产，人家也是合理质疑，不能算是诬告。呵呵，意思就是我只能一直穷，不能有钱。我有了点钱就要被人合理质疑，给举报到相关部门。我们理解你的愤怒，但这个我们真没有办法处罚举报者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等2个帽子叔叔都离开后，领导对着虾仁就是一顿责骂。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不老实的人，请假干私活不说，还在朋友圈装13，都把帽子叔叔招惹到单位来了。领导，我跟你说过，这100万是我在地库被伏击后房东太太给我的补偿吧？说过了，又怎样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是6个人拿着钢管在地库伏击我，结果都被我打伤进医院了？领导听到这话，顿时没了气势。虾仁随即一脸气愤地回到了岗位上。这时，房东太太给他发来了微信：先前是怎么回事呀？为什么突然有帽子叔叔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有没有给你转账100万？我不小心把收到100万的事说漏嘴了，结果有人举报我职务犯罪，说我是出卖了公司的利益才获得那笔转账的。那举报的人怎么那么坏呀？阴沟里的老鼠见不得人好的，咱们不提这个了，恶心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虾仁在公司都相安无事，直到星期4，冯双宝给他打来了电话：今天晚上要不要出来聚一聚？你一个人吗？跟我闺蜜一起。算了吧，我觉得你这个闺蜜思想有点问题，不想跟她有太多接触。我在呢，她不会对你怎样的。这几天姚锦如每天都给我发微信，还净说一些越界的话。要是只有我们2个吃一顿饭也就算了，但加上你那个闺蜜，我真心不想去。哥，你就出来聚一次嘛，我都跟她打包票了，今天肯定能把你约出来的。他让你约我的？是啊，他问我是不是得罪你了，这些天都没看到我们聚会，还说肯定是因为我不上进被你嫌弃了。哥，你就给我这个面子吧。兄弟，你这样太卑微了吧？我知道这样不好，可是他这几天有点闹脾气，我也真的没办法了。不是我普信男哈，我总觉得你这个闺蜜对我有点想法。我知道，知道你还约我们见面。他见你开朋友的玛莎拉蒂，误以为你很有钱才产生的那种想法。这次见面，你告诉他实情，他就不会有那种想法了。那行吧，等会儿我开着我的小电驴过去。哥，你是我亲哥。下班后，虾仁便开着小电驴去赴约了。刚来到地方，车还没停好，姚锦如就已经站到了他的身后。虾先生，你今天怎么骑着小电驴来的？你那辆玛莎拉蒂呢？那辆玛莎拉蒂是我朋友的，现在朋友回来了，他自己要用，我没法开出来装13了。可你不是很赚钱吗？前几天都进账100多万，可以买一辆好车呀。哦，那个呀，其实我说的是欢乐豆，我就一月薪4000的普通职员，怎么可能一天进账100多万人民币？姚锦如听到这话，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随即又笑了笑。虾先生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生活已经那么艰难了，适当的开玩笑又有何不可？扮有钱人的感觉很好玩吗？确实挺有意思的，能够有机会看到人生百态，看到一些正常视角下看不到的东西。虾仁话音刚落，姚锦如便瞪了他一眼。宝宝，我突然有点恶心了，不想吃烧烤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恶心的？不知道，也许是看到什么恶心的东西了吧。来都来了，而且还是我们约的虾仁。那你们吃吧，我回去了。姚锦如说完，转身便往回走。冯双宝满心愧疚又感激地看了虾仁一眼后，连忙追着姚锦如离开了。既然来都来了，我就吃了再回去吧。至此之后，虾仁再也没有收到过姚锦如的骚扰信息。周末的时候，他收到了婚介所的电话，说有位女生可以和他相亲。虾仁当即就约了对方见面。你是不是姓虾？是的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该不会是跟这一位相亲吧？照片上不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吗？
我姓莫，是金玉良缘介绍过来的。哦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居然真的是他，虽然没打算相亲成功，但跟一个长得很胖的女人在一起待半个小时谈婚论嫁，心里还是有点不太痛快。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世界上最健康的肝脏的奖励。注意，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夏先生，我长得跟照片有点不一样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没有生气，照片嘛，现在美颜技术这么先进，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。那照片没有用美颜，只不过那是我2年前的照片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长胖，瘦下来挺漂亮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减肥呢？减肥减抑郁了，然后就没减了。你要不要喝奶茶？我请客。莫小姐的一句我请客，倒是让虾仁起了一丝好感。你不怕喝了这个变得更胖吗？怕，但今天是我第一次相亲，我有些紧张，我要喝杯奶茶压压惊。喝奶茶压惊，这倒是第一次听说，奶茶还有这样的效果。奶茶是个好东西，我去年减肥减抑郁了，就是靠着喝奶茶缓过来的。你的抑郁会不会是因为喝不到奶茶而产生的？也许吧，反正减肥那段时间我挺想喝奶茶的。他和虾仁说着话，眼睛却不停地往奶茶店那边瞄。虾仁见状都不好意思反对了，那给我来一杯百香果味道的。莫小姐开心应了一声，便走过去排队。虾仁怕离得太远被系统判定相亲失败，当即也跟了过去。等会儿准备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第一次相亲。这不我们去看电影吧，你请我喝奶茶，我请你看电影，怎么样？2个人挨着坐看一场电影，最少也有1个半小时，那相亲肯定会被判定成功。好啊。很快，2人一人拿着一杯奶茶来到了电影院。眼看离电影开场还有些时间，2人便找了处地方坐下聊了起来。你们一般是怎么相亲的？就是了解一下对方的经济情况、家庭情况、兴趣爱好什么的，看合不合适。我看过你的情况，但你怎么不问我的情况呢？是不是看到我长得胖，不想了解了？没有，这奶茶太好喝了，我一时间沉浸在它那美妙的滋味中，忘记问你了。真那么好喝吗？莫女士目光定定地看向虾仁手里的那杯奶茶，虾仁被看得心头一紧，连忙开口提问：你今年多大呀？24岁。24岁，年纪也不大呀，为什么家里要催着你结婚呢？我妈说我越来越胖了，要趁着我还没有变成大肥猪之前找个人嫁了，不然以后就嫁不出去了。这个小胖妞还挺有意思的，谈恋爱那是不可能的，但做个朋友却完全没问题。我是不是很胖？你要听真话还是要听假话？算了，我不问你了。其实我家里有镜子，我也知道。那2年前你为什么能那么瘦？在大学里饿的，我妈1个月就给我1000块钱的生活费，饿成那个样子的。等我找到工作后，工资都拿来吃吃喝喝了。这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，还是应该少吃一点的。太胖了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，是健康的问题，会引发很多疾病，对身体很不好。所以我妈要我找个人嫁了，说有个人管着我，也许我就可以控制住自己的嘴了。要是我跟你在一起的话，我贪吃，你会打我吗？我打你干嘛？我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斯文人，绝对不会打女人。那就不行了，我这人控制能力很差的。我妈说了，我就要嫁那种很凶的男人，看到我贪吃就要狠狠地揍我，这样才能管住我的嘴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呢？无意冒犯，你是你妈亲生的吗？是，我问过我妈，她说我是她亲生的。那为什么要让你找一个很凶的会揍你的男人？她说没有一个很凶的男人监督我，我就会一直胖下去。可我不能再胖下去了。其实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也略通一些拳脚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前几天我就因为打架进了衙门。那你平时不会打人吧？那看你的需求，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提供拳脚服务；你不需要，那我当然不会擅自动用武力。我不需要，平时你不能打我。我贪吃的时候，你也只能吓唬我，嘴上说要打我，但不能真的打我，我怕疼。可是不动手的话，你不会害怕，那不就吓不住你了吗？我胆子很小的，你一吼我，我就会害怕。我妈就经常吼我，很多次都把我给吓得尿裤子了。你真的确定你是你妈亲生的吗？是的，我们有做过亲子鉴定，她就是我的亲妈。为什么要做亲子鉴定？因为有一段时间，我老是觉得她对我不好，也许是因为我不是她亲生的，可后来检测证明我就是她亲生的。你妈管你管得很严格。但她都是为了我好。她是怎么为你好的？她经常打我、骂我，是为了帮我戒掉一些生活中的坏习惯。毕业后给我介绍了一个40多岁的离异男人。他嘴上一个劲说着自己妈妈多好，可这话落到虾仁耳朵里，却跟听恐怖故事似的。你爸呢？我爸嘎了。对不起。没事儿，我跟我爸也没有多深的感情。虾仁听着莫莹莹说起他父母的事，莫名的就想到了房东太太和轩轩。你叹气是在同情我吗？虾仁知道有些人很敏感，不愿意被人同情，连忙摇头否认。没有，是这百香果口味的奶茶太好喝了，我忍不住感叹了一下。我还以为你在同情我呢。你希望被人同情吗？当然希望呀。有一次下雨，我被我妈赶到外面，有人安慰了我2句，
我现在都记得呢。不知道现在改口还来不来得及，真有点心疼这个小胖妞。恭喜宿主完成第5次相亲，获得奖励世界上最健康的肝脏。就这好像也没啥感觉啊。两人没有再继续聊下去，一起看完电影又吃了饭后，虾仁先送莫莹莹回了家，自己才往回走。刚到家没多久，就收到了莫莹莹发来的微信。哥，婚介公司给我发消息，问我今天这场相亲怎么样，算不算成功，我该怎么回答他？你就跟他说还需要更多了解。他问我还需不需要介绍新的相亲对象给我，我该怎么回答？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和更多的人接触，这是你花钱购买的服务。哦，哥，那咱们这一次相亲是不是算失败了？你并没有看上我，对吗？我参加相亲的目的只是为了刷系统的奖励，并不是冲着结婚去的。如果以结婚为目的来论，那这场相亲必然是失败的。哥，你是不是打算以后还跟别的人相亲？你可以跟我说实话的，我承受得住。我觉得你挺好的，我很希望跟你做朋友，但我觉得结婚关系到一个人一辈子的幸福，你需要慎重，我也需要慎重。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见面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说了，我很希望跟你做朋友，跟你在一起，我也感觉到很开心。那我们以后有没有可能真的在一起呢？虾仁心里想说没可能，却又怕这话会摧毁他的自信。一切皆有可能。就这样，两人结束了聊天。没多久，虾仁就收到了婚介公司的消息，说是可以再为他安排新的相亲对象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他又收到了系统派发的新任务，完成第6次相亲，奖励一套30一厅的房子。这么大方了，以后我也能成为在超一线城市有车有房的人了。相亲好啊，得多香啊！时间过得很快，眼看临近年关，虾仁公司一放假，他便开车回了家。刚进小区，把车停好，守在楼下的虾爸就立刻迎了上来。爸，我回来了，我们回家去吧。这小子不是买的一辆二手车吗？可这辆车怎么看都不像二手车，还不便宜的样子。这家伙哪来的那么多钱？不会是做了什么犯罪的事情吧？你这车多少钱买的？来路正不正？二手车市场买的，便宜。你看着新，那是因为我花几千块钱刷了新漆，其实才几万块钱。这翻新的手艺真高明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二手车。爸，这些天我妈给我安排相亲对象没有？找了好些个，但我觉得都不大般配。还是我爸懂我，知道我值得更好的。你都快30岁了，工资又那么低，那些人怎么能看得上你呢？爸，你觉得我这样的人适合找什么样的对象？没结过婚的恐怕都很难看上你。咱们家又没钱又没势，你的年纪又那么大了，很难。意思是我只能找那种离婚的？只是说有可能，不一定能找到。现在离婚的也没那么好找。可是我有车呀。得亏你有车，要是没车，那你只能等着那个离婚带娃的女人能看得上你了。本地婚恋市场这么严峻吗？很多女人都在往大城市挤，人家宁愿单着，也不会嫁给老家的人，剩下的愿意嫁给本地人的都属于珍惜资源，那可不得严峻。随后，父子俩一路沉默着走回了家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瘦了好多，你是不是在外面舍不得吃呀？得亏是我现在才回来，我要是早1个月回来，那妈不得更担心。没有，我很舍得吃，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吃的太多了，所以才减肥。减什么肥呀？你现在还需要增肥，要多吃饭才行。不减了，回来后我要敞开吃，争取长个20斤肉。这还差不多。吃饭时，虾仁把余额给虾妈看了，虾妈这才放下心来。聊到车子的时候，他又把事先拍好的照片拿给他看。这车一点都看不出是二手的，你跟别人说的时候可千万不要说露馅了，就说是新买的，这样相亲的时候才会更有排面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乱说话。你这孩子太实诚了，我有点不大放心。我早就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，现在的我脸皮贼厚，说谎都不打草稿的，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奸诈小人。你要真有那么灵饭，早就给我带个媳妇儿回来了。主要是怕你们不能接受外地的媳妇，不然准给你们带回来一个。我们啥都能接受，只要能生孩子，生活能自理，那就可以了。没什么本地的、外地的，我会努力的。老虾，你看咱们儿子脸皮确实是比以前厚了一些，比以前有长进了。一家人吃完饭后，聊到了给虾仁介绍相亲对象的事情。有几个答应帮我介绍的，这几天都会回家过年，有一个明天就会过来，我明天问问那边，看能不能约个时间让你们见一面。妈，还是你厉害，效率这么高。你要认真的跟人家乡，差不多能过得去的就谈下去，可不要挑3拣4的。我们家这个条件还真没办法挑3拣4。我明白，不管他们条件有多差，我都不会嫌弃他们的。就怕他们嫌弃你。嫌弃我，那我还就不给这些本地妞机会了，我去外面找一个媳妇过来。你有本事倒是找呀。算了，还是先给他们一个机会。虾仁陪父母看了会儿电视，便回房睡觉了。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虾妈对虾仁说道：刚才我打电话问了你王阿姨，她说那个女孩子今天下午3点多会到市里，待会儿你开车去火车站接她吧。记住了，先找你王阿姨把她捎上了，再去火车站接那个女孩子。没问题。
我给你买了烟酒礼品，分作2份，一份是给你王阿姨的，一份是给女方家里的，你出门记得带上。好。吃过饭后，虾仁拎着礼物开车到了王阿姨家，接上她后便前往了火车站。你开这么好的车，这可以给你家不少分。是吗？那肯定。小池他爸妈那边我也问过了，条件是有点，但也没有狮子大开口。你们能够满足他们提的条件？他们是什么条件？彩礼他们没有要多高，就8万8。8万8，确定是8万8吗？是的，确定是8万8。他父母说了，谈得成的话，那就是一家人，要体谅一下小两口，彩礼没必要搞那么高。太难得了，太难得了。但他们也说了，他们那边有一些风俗，还是要讲一下的，别人家都有的，他们也得有，要不然显得太丢人了。现在都是些什么风俗？5金、恩养费、送亲费、伴娘费、上车费、下车费、改口费、婚宴费、制衣费、离娘肉。那一共大概需要多少钱呢？他们也不是多贪的人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大概40-50万吧，这里面没有包括房和车。太厚道了，才40-50万，他们应该是怕离婚之后找他们退彩礼吧？以那些名义来收费，就算法院真的判退彩礼，他们退的也有限，真是恶心。王阿姨说出那些数字之后，就注意着虾仁的反应，见他那么说，才偷偷的松了一口气。是啊，他们都是厚道人，你是不知道，他们那边彩礼都20-30万了，有的还要30-40万，他父母只要8万8，这就是体谅男方的不容易。中国好岳父，他没有感觉到为难，那就说明他们家还能承受得住这样的开支，看来那些费用还可以适当的往上面提一下。王阿姨看虾仁的眼神一下子炽热了起来，俩人一路聊着，没一会儿就到了火车站。娇娇，我们在这里。这妹子长得真是壮实，是一个耕地的好手啊，是傅汉成失散多年的姐妹吧？这个就是我表侄女池玉娇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同事家的孩子虾仁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1套房子的奖励。注意，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我跟你说，这小伙挺不错的，在国企上班，有房有车，人又勤快，你嫁给他绝对会享福。呵呵，虾先生这么瘦，平时生活一定很节俭吧？这段时间在减肥，一不小心减过头了。呵呵，看他这身行头，也就100-200块钱的样子，分明就是一个抠搜的人，还说是减肥，简直可笑。小夏他家里条件很好的，我跟你爸妈都说了，他们也很满意，都说这是一户好人家。他们可做不了我的主。石玉娇正说着，就看到虾仁把自己的行李箱放到了豪车后，他声音一下子就变低了。这是他自己的车。是他自己的车。虽然知道今天的相亲对象有车，但没想到居然是这么豪华的车。上车吧。这是你的车吗？是的，前不久才买的。多少钱买的？100来万。全款还是分期？当然是全款。你怎么那么有钱的？现在国企的工资那么高吗？我工资不高，一个月才几千，是别的收入。我不能说的是吧？肯定是灰色收入，捞偏门好啊，得多捞，捞到坐牢去更好，还能顺便离一个婚，找一个更适合的。是的，不方便说。这什么车呀？这么贵？宝马7系。你这个车还不止100万，要110多万。差不多100万嘛。太有实力了，娇娇，这样的小伙子，你可不要错过了。石玉娇闻言，脸色一红，娇羞的笑了一下。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？有一些什么爱好？我这人好像也没有什么爱好，一定要说有什么爱好的话，那就是闲不下来，总想着多干点活，多挣点钱。闲不下来就想干活挣钱，这爱好可太好了，天生的牛马圣体，嫁人就应该嫁这样的男人。现在像你这样踏踏实实生活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少了。是啊，现在很多年轻男的都不肯努力挣钱，还特喜欢消费，真的是让人看不上。那样不行，男人不能那么没责任感，男人就应该努力的挣钱攒钱，这样才能成家立业。小夏这觉悟很高啊。那你为什么要买一辆这么贵的车呀？100来万的车，把钱攒下来不更好吗？其实我对车毫无兴趣，这不是要回家相亲吗？我妈跟我说，现在的女孩子都要求有房有车，那我就买了一辆。可是这100来万的车也太贵了些。贵一点无所谓，我可以骑小电驴，但我不能让我的女人在外人面前丢面子，她就应该用最好的，让周围的人都羡慕。好男人，这就是真正的好男人。石玉娇听到这话，有一些被感动到，看着虾仁的眼神都变得含情脉脉了。这样的男人真好，嫁给这样的男人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你平时都有些什么爱好呀？我也没什么爱好，平时有空就追剧听音乐，然后就是理财。理财？对，理财，基金、股票什么的，我特喜欢研究这个。哦，那你赚了多少钱？这2年行情不好，所以没赚什么。虽然这2年我没赚到什么钱，还走了一些弯路，不过学到了很多的理财知识。
那你挺厉害的。你要是结婚了，是准备自己管钱，还是让老婆管钱啊？当然是让老婆管钱，我这个人对管钱没有兴趣，只是对挣钱有兴趣。你们真的是天作之合啊！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因为挣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可管钱不一样，管钱需要付出的脑力劳动太多了，我没有那样的本事，所以我希望让有能力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是，管钱真的很费脑子的，特别是想要让这钱生钱，要搞理财投资，那就更费脑子了，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，一般人真做不了。小夏，把工资都给老婆管，你就那么放心吗？这什么意思吗？这是给我上眼药吗？两口子过日子，要是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放心，那还结什么婚？要不就不结婚，要不就得完全的信任。是啊，过日子就应该齐心协力，怎么能够恩量猜疑呢？你这才是踏实过日子的人。几人一路聊得越来越开心，可王阿姨说着说着，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了。这么好的牛马圣体，愿意一辈子都给女人当血包的好男人，我是不是应该介绍给我亲侄女啊？为了一套房子迎合一下他们的梦想又何妨？反正也只是嘴上说说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第6次相亲，获得奖励南门街恒科园140平房子一套。南门街恒科园，这不就是在县城，价值最多也就是50-60万。算了，刚好给父母换个房子。这时，一则足球广告忽然映入了虾仁眼帘。石小姐，你对国足怎么看？你很喜欢足球吗？对，我很喜欢足球。他很喜欢足球，这样说来，他应该喜欢踢得好的球队吧？听说国足踢得很烂。其实我也挺喜欢足球的，但我很不喜欢国足。为什么不喜欢国足呢？因为他们踢得太烂了，竞技场上菜就是原罪，踢得那么烂，就要承受大家的唾弃。怎么了？我说的哪里不对吗？石小姐，我们不适合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不喜欢国足吗？是，也不全是。可他们踢的确实烂呀。是，他们踢的确实是烂，但他是我们国家的足球队呀，他就等于是我们的孩子。对于自己的孩子，难道因为他们表现的不好就要讨厌他们吗？可他们表现的那么差，我们还要说好，那不是纵容他们吗？孩子犯了错，我们应该给他们改正的机会。再说，他们又犯了什么错呢？是啊，再怎么不好，也是我们自己的足球队，怎么能嫌弃呢？可是这只是对一支足球队的看法，也没到分手的地步吧？这不只是对一支足球队的看法，这还关系到对自己孩子的看法。石小姐，你各方面都很优秀，但这件事情我不能忍受。石小姐，请你下车吧，我们三观不合，在一起不会幸福的，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。不是，就一个足球，至于吗？这个是我的底线，我不能接受突破我底线的事情。石小姐，抛开对国足的评价，你在我心中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，请你体面一点，不要破坏你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。不是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你要觉得不满意，我也可以爱国足的。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说我们不合适。下车吧，石小姐，请给我们一个体面的结束。娇娇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既然三观不合，那就算了吧。这是什么亲戚啊？居然不帮着我说话！石玉娇一脸无奈，只得不情不愿地下了车。虾仁见他下车，随即坐回车里开车离开了，只留下石玉娇孤零零站在冷风中。不好意思了，王阿姨，让你白跑一趟，但这个三观不合的事情真的勉强不来。我能明白，结婚那是奔着一辈子去的，这个确实勉强不来，谈不成好啊。石玉娇谈不成，我侄女才有机会。小夏，这次没相成，你不要伤心。我也没伤心呀。想成个家，咋就这么难呢？没事的，天底下女孩子那么多，这个谈不成，说不定下一个会更好。我认识的人里面，还有很多家很优秀的女孩子没有出嫁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阿姨，你这也太快了吧？不过这正合我意。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。我有个侄女，今年20岁，长得挺漂亮的，还没有谈过男朋友，现在就在家里，要不明天安排你们见一见？好，我随时都有空。虾仁把王阿姨送回家后，便开车回了自己家。你不是相亲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没谈成。怎么了？人家又没有看上你。也不是，就是聊了一路，觉得三观不合就没有谈了。三观不合是什么狗屁理由？你还跟我说你不挑了，结果就拿这么个理由拒绝别人。他要找的是一个把存款都给他管理，工资也要上交给他的男人，我觉得这样不大妥当。女人管钱有什么不妥当的？您想一想，小峰他就是让他老婆管钱，结果他老婆将钱全都转移到娘家去了，搞得大过年的还在吵着要离婚。王阿姨说了，把他侄女介绍给我，说明天安排我们见面。那这一次你要好好的把握，不要挑三拣四的了。放心吧，我现在可太想结婚了，绝对不会挑三拣四。虾仁说完，
便回到了房间，给小峰打了一个电话。你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我报了叔叔，帽子叔叔过来调解了半天，现在他们才走没多久。最后怎么说的？离肯定是要离的，就是他要分房产，给他娘家的钱也不想吐出来。我准备诉讼离婚。把握大吗？我朋友的表哥是律师，他私底下跟我说要追回他给他娘家的钱，难度很大。房子呢？这可是你结婚前全款买的房子，你爸妈都贴了好多钱进去的。保住房子的问题不大，除非运气很差。不过我们也可以申请2审。那就好，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，这不只是给你争取利益，还是给你的孩子争取利益。我明白，关于抚养费我也会争取的。你爸妈那边呢？他们现在也支持我起诉离婚了。挺好的。两人聊了10几分钟才挂了电话。虾仁一转头，忽然发现床上放着一个红本本和1把钥匙。这应该就是系统奖励给我的那一套房子了。这系统太神奇了，不只是有房，还有车位，也不知道那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。今天晚上得去看一看我的房子。刚刚有一个姐妹给我打电话，说她一个同事的女儿今天回家了，说想把她介绍给你，问你明天有没有空。那必须有空啊。你明天不是要跟你王姨的侄女去相亲的吗？一个上午，一个下午呗，又不冲突。那要是上午的那个相中了呢？下午那个你怎么办？相亲哪能一次就相中的，还不是要多相几个，多比较一下。妈，安排吧。你这样脚踩几条船，会被人打的。那些女的不也一样？还没回家，家里就给他们安排了好多场相亲，多一些选择，好好的比较一下，谁更适合，那不更好吗？也有道理。那到底谁上午，谁下午呢？等我一下，王阿姨，明天是上午还是下午去跟你侄女见面呀？下午吧。好的，王阿姨侄女安排在下午，这个就上午吧。好，我跟她说一下。吃完饭后，虾仁拿着房产证和钥匙准备出门。晚上你又要出门，想干什么？明天不是要相亲吗？我得买一些礼物。那倒也是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别买太贵。你这可不是只相一次亲，别回家一趟，为了相亲把自己给弄破产了。明白，就按今天给王阿姨的那个规模买。虾仁说完，便下楼开车来到了新房，把几个房间都看了一遍，心里是越看越满意，当即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发了朋友圈，随后便开车回了家。虾老师，这房子真漂亮。轩轩说好想去这房子里住一晚上，跟他说一声，欢迎他过来住。哥，你家的房子真大，客厅比我的家都大。我们这房价便宜，整套房子还不如你一个客厅值钱。兄弟，恭喜你买了房子。哪里买的房子？南门街的恒科园，离我那里不远，就1里多路。我准备这几天就搬过去，到时候你也过来吃个饭，热闹一下。没问题。虾仁刷着朋友圈，看到房东太太发着本人漂亮的照片，心里开始变得有些浮躁。这时，房东太太突然打来了视频。虾老师，你怎么还没住进那个大房子里面呢？刚刚买下来，还没有搬过去住。虾老师，我想跟妈妈一起过去玩，你欢不欢迎呀？欢迎，热烈的欢迎。那太好了，虾老师，我要去洗澡了，先不跟你说了，你跟我妈妈聊会儿吧。你赶紧去吧。2个成年人打视频，一个小孩子夹在中间，确实不适合。房东太太红着脸接过手机，和虾仁聊了起来。虽说都是聊的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，但两人却聊得格外开心。好想去你那里看一看，感受一下你们那边过年是个什么样子的。那你可以来我家感受。两人聊了半个多小时，才结束视频通话。第二天，虾仁一觉醒来，又收到了系统的提示消息：丁，完成第7次相亲，可以获得世界上最健康的肺。虽然跟最期待的奖励有一些出入，但也算是一个比较可以的奖励了。虾仁吃完早饭后，便开车接上了介绍人曹阿姨，一起前往上午的相亲对象家。那个女孩姓许，她家是农村的，在做文员，28岁，下面还有一个18岁的弟弟。这可是个无底洞呀！虽然他们在农村，可是居住环境比我们好多了，房子又大，空气又新鲜，生活成本还没有那么高。是啊，他们自己种菜，种瓜果，想要去城里玩，也就多2里路，比我们活得惬意得多。进村之后，虾仁按着曹阿姨的指引，把车停在一栋小洋楼门口。只见门口坐着几位大妈，正凑一块唠着家常。这个小伙子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个，在彭城一个国企上班的小夏，今天把他带过来了，你看看行不行？我看有什么用，还得我女儿同意才行。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礼物？你女儿呢？可能还在睡觉，早饭都没起来吃。小娟，相亲的来了，快下来。知道了，你让他上来吧，我懒得下去。让你看笑话了，这孩子平时也不这样的，可能是昨天回家太累了吧。平时工作压力大，难得回家一次，肯定会松弛一些，可以理解。完全能理解，我有时候在家也不想动。那我们就上去看他吧。那就上去吧。你怎么还没把门打开？等一会儿，我还没穿好衣服呢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起床？虾仁脸上始终挂着微笑，又等了2分钟，房门这才缓缓打开。来了客人，你都不知道梳个头？我本来是要梳个头打扮一下的，谁叫你催得这么急呀？你好，我叫徐娟。你好，我叫虾仁。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，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世界上最健康的肺。注意，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不好意思，哈奇先生，我昨天追剧追得有点晚了，到凌晨3、4点钟才睡，所以
起得有点晚。没事，我休息的时候也经常熬夜，年轻人嘛都能理解。理解万岁。妈，我现在肚子有点饿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下一碗面吃？叫你吃饭你不起来，这个时候让我给你下面吃。孩子肚子饿了，想吃东西你就给他弄点呗。那行吧，我去给你下面去。徐妈说完，便和曹阿姨一起下楼了。他们都不在了，我们就坦白一点吧，说一说都有些什么条件。我的条件，曹阿姨没跟你说过吗？说过一些，但你也知道的，没人的嘴是靠不住的。我想听你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条件。我今年在县里恒科园全款买了一套140平的房子，搞好了装修，开着今年全款买的宝马7系过来的。有负债吗？没有，我没有提前消费的习惯。你买房买车是父母的支持，还是你自己的努力？自己的努力。你们国企的待遇那么好吗？我听曹阿姨说，你一个月工资也就是几千块钱，就算再怎么省吃俭用，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吧？下班后我会做点兼职，我最主要的收入来自于教培行业。教培，搞教培那么赚钱，还只是当做一个兼职来搞，没有放弃国企月薪几千的工作，说明这个男人很稳。你爸妈呢？听说是双职工，退休金一个月有多少？没有太多，都是2000多一个月。老一辈的人消费不是很高，两个人加在一起，一个月应该能存上3000块钱吧？没打听过，也许更多，也许没达到。那你自己呢？买了房，买了车，现在手上还有存款吗？有20-30万的存款，赚钱能力挺强的，靠自己全款买了房子和车子，还能有20-30万的存款，你很优秀。谢谢。但娶我还是不够的。娶你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？我有一个弟弟，今年才18岁，我家里相当的重男轻女，我呢就是一个给他们挣钱的工具。你手上只有20-30万，这是远远不够的。还以为又是个伏地魔呢，没想到他对那个弟弟竟然有着那么大的怨气啊！你要是不满意这样的情况，为什么不反抗呢？以前反抗过，然后我妈就去我上班的地方闹，把我的工作都弄丢了几份，去很远的城市，她能报衙门说我失踪了，让帽子叔叔来找我。这种情况下，我还能反抗吗？那确实挺难的，你家里大概需要多少彩礼？我听他们说过38万8，倒也不是特别高。那只是他们要的彩礼，这笔钱一分都不会落到我的手上。可是我不能白嫁，我得有属于我的一份彩礼。你的意思是，除了给你家里的38万8之外，还得另外给你一份彩礼？是这个意思。你给他们多少彩礼我都没意见，你能把彩礼谈到8万8甚至1万8，我都不在乎，但属于我的那一份不能少。家里要一份彩礼，自己还要一份彩礼，居然要双份彩礼，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？很奇怪吗？我不是那种18、19岁的小姑娘，一分钱都不收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，我得给自己要一份保障。那么你觉得需要多少钱才能够提供这一份保障呢？我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，就一个整数，50万，你可以接受，咱们就谈；不能接受，也就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了。50万很多嘛，我一个本科生，身体健康，有生育价值，还有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工作，要50万很多吗？合理，当然很合理。对于这种拎不清的，没必要跟他争论。我又不是他爹，没有教育他的义务，顺着他就是了。你真的这么认为的吗？坦白说，50万确实有点高，不过我算了一下，又觉得一点都不高。怎么算的？我是这样算的，我们现在都还没到30岁，正常情况下50万，其实我们女人还是挺吃亏的。他不会是想要涨价吧？不过涨价我也不在乎，反正也没准备跟这个女人结婚。不过吃亏就吃亏，既然选择结婚，那就是要过一辈子的，没必要那么斤斤计较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加价的。他那意思，我是不是应该说一声谢谢了？但是有一点我要事先声明，生孩子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了，我不想生孩子。刚才那50万的价值，不是提到了生育价值和家庭教育价值的吗？不生孩子，那生育价值和家庭教育的价值又从何体现？如果你们一定要孩子的话，我也可以生，但是需要有生育补偿。说的是不涨价，但实际上又立了一个生育补偿的项目来进行事实上的涨价。生孩子确实对身体的伤害挺大的，给一些补偿理所应当。那么你觉得应该给多少生育补偿才算是合理的呢？我不会漫天要价，就按市场行情来。国外有代孕的，代孕一个大概需要20-30万，给我补偿20-30万就可以了，这样很合理吧？合理，相当的合理。我一个女孩子需要有更多的安全感，所以我不能接受生育以后再给补偿，需要生育补偿到位后再来备孕，这个你能理解吗？完全能理解。外嫁的女孩子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，确实需要更强的安全感。作为独立女性，我有自己的事业，我不会为了带孩子放弃事业。我可以生，但你得解决带孩子的问题，毕竟孩子跟你姓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这是男方应该做的。我的工作在省城，短期内并没有换工作的想法，我可以接受异地，这个你能接受吗？能接受。婚姻当然重要，但事业也很重要，没必要牺牲一个去成全另一个。难得你有这样的见解，我非常的赞同。我对那些仪式感什么的完全没兴趣，不需要什么钻戒、婚纱，也不需要豪华的车队来迎亲。我觉得把这笔钱省下来自己用更好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虽然不搞那些仪式，需要的钱我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折现给你。没想到这男人还挺善解人意的。
要是他说的都是真的，结婚也不是不可以，反正还是要结婚的，总不能一辈子单着吧。我刚才说的这些，我会弄出一个协议来，我们2个人都在上面签字，违反了协议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也得明确，你能接受这个吗？完全可以。这时徐妈走了过来，面已经下好了，你可以下去吃去了。你们聊的还可以吧？聊得还挺好的。你要不要也下去吃一碗？不用了，早上吃了很多，现在肚子不饿。我们下去再聊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难道他们真的聊得很好？这丫头可以嫁出去了。徐娟刚下楼，就看见了停在外面的豪车，嘴上没说什么，眼里却亮了起来。小夏，你们聊得怎样？聊得挺好的，徐小姐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，谁要是有幸娶了她，一定会过得很幸福。小娟，你觉得小夏怎么样？还行，行就是行，不行就是不行，还行是个啥意思？这孩子这么没礼貌的吗？我们这边嫁女儿都是要彩礼的，这个小夏你知道的吧？当然知道，娶老婆给彩礼，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我女儿是大学生，我们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当初供她上大学也是吃了很多苦的。供养一个大学生确实挺不容易的。是啊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那时候我的工资也不高，他爸还只是一个种地的，一年挣不了几个钱，为了供他读书，把亲戚都借遍了。徐娟闻言低下头，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。她虽然是个女儿，但我们也没有亏着她，该给的都给了，还把她培养成了一个大学生。彩礼这方面，我们家也不能比别人低，这个你能理解吧？能理解，这么优秀的女孩子，彩礼还要收的比别人低，那得多丢人呀！真正喜欢她的人，就必须要帮她把这个面子给撑起来。这孩子在说什么呢？哪有买家这样说的？这不是鼓励卖家漫天叫价吗？就前几天，我们村一个嫁女儿的，女方还没读过大学，他们家就收了48万8的彩礼。那我就出58万8的彩礼，别的方面可以省一点，但是这个彩礼关系到徐小姐的面子，绝对不能省。不用那么多，那不是她的钱，那是我的钱，全都是我的钱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彩礼不需要那么高，你说那个48万8的，今年也就他一个，这已经很多了，怎么能还加呢？那是小霞自己要加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他有钱，他要给女方家里面子，他自愿的，你在那里反对什么？可你也不能那样坑人，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不能一口气要那么多。不知道小霞哪里来的那样的魅力，竟然让一个才认识一会儿的女孩子，为了帮她省彩礼而跟自己的亲妈斗嘴。小霞，你给我作证，我没有让你出58万8的彩礼，是你自己要出的，不能怪到我头上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我自己要出的。我觉得彩礼就是一个态度，你们也不是在意那些钱，就是需要一个自家的女儿被人重视的态度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可不就是要一个态度吗？愿意出多少钱，就说明你对她有多重视。所以我才加10万，我要让你们的邻居都知道你们家的女儿很受重视，嫁过去不会受委屈。那你也不用加那么多钱，跟她一样就可以了。不能一样，我必须得加这10万块钱，这样才能显得你与众不同，才配得上你在我心中独一无二的地位。哼，还是小霞明事理，人活着就要争那一口气，咱们又不比别人家差，不能被别人给比下去。现在结婚都要5金，你这里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，5金方面我准备了10万块钱的预算。恭喜宿主完成第7次相亲，获得奖励世界上最健康的肺。我这边的要求都说完了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呢？我就想了解一下，徐小姐出嫁，你们打算出多少陪嫁？陪嫁？陪嫁，我会风风光光的迎娶她，不能让她掉面子。你们也应该会风风光光的把她嫁出去，不会让她掉面子吧？那个陪嫁，你想要她风光的嫁出去，当然也可以，但那个陪嫁的钱得男方自己出。阿姨，你的意思是你女儿出嫁，你们做父母的1分钱都不出，就让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嫁出去吗？你要觉得这样不好，你可以给她多添置一些嫁妆，我们不反对。我添置的再多，那也是我这边的态度。我希望除了我这边的态度之外，她还能够感受到她父母的态度。我们可以陪嫁3床被子。所以阿姨，你的意思是出嫁那天就让她带着3床被子和58万8的彩礼嫁出去？不是，彩礼是给我们的，不是给她的。彩礼她1分钱都不能带走，这是留给她弟弟以后娶媳妇儿的。阿姨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你不只是不出嫁妆，连我给她的彩礼都要留下来。我不是跟他说了，他们要的彩礼不会给我，陪嫁也没有的吗？为什么他还要这么说？彩礼当然要留下来，我们把她养那么大，花了那么多钱，要你一点彩礼过分吗？不是，阿姨，你这不是在嫁女儿，你这是在卖女儿呀！阿姨，我想问一句，都是你的孩子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偏心的？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徐娟想到了自己这些年受到的委屈，眼眶瞬间红了。儿子跟女儿那能一样吗？儿子能给我们养老送终，女儿能吗？我把她养大，花了那么多钱，你想1分钱不花就娶走？天底下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？娶她我不会1分钱都不花，我承诺的那些每一桩我都会落实到位，只会比别人给的多，不会比别人给的少，请你不要污蔑我的诚意。你给再多，还是要她带回去，那不等于1分钱都没花吗？不只是彩礼要带回去，还要我们补贴嫁妆，要掏我们的钱，你把我们当傻子一样。阿姨，你错了，彩礼和嫁妆这些钱都是落到了你女儿的口袋里，而你作为她的亲生母亲，却是在损害她的利益。
他和我妈吵，是在给我争取权益，原来他是想给我更大的保障。我不管那些，反正彩礼不可能给他带走。你要能接受，你就娶；你要不能接受，你就别娶。徐小姐，这一次相亲，我对你很满意，我愿意付出我的所有来换取和你一辈子的幸福。我感受到了你的诚意，但是现在你妈这样的态度，让我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了怀疑。我怀疑我所有的付出，到底是你获得了，还是这个一点都不尊重你、维护你的家庭获得了？很遗憾，我们有缘无分。你这样的家庭让我害怕了。曹阿姨，这个家庭不适合我，我们走吧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快滚吧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别走啊，有话好好说，还可以谈的。徐小姐，等你哪一天能够摆脱这样的家庭，独立自主的时候再来谈吧。现在谈，一切都是枉然。虾仁和曹阿姨上车后，徐娟和他妈当即就吵了起来。虾仁没有理会，直接开车离开了。小夏，我也没想到他家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如此贪得无厌，狮子大张口。我要早知道，就不会跟你介绍了。那谁能想得到呢？你送给他们的礼物，要不要我帮你讨回来？送出去的礼物哪里有要回来的道理？这样太不体面了。还是你大气，你别灰心，以后我会帮你留意的，有适合你的就给你介绍。这一个谈不成，没准下一个更好。虾仁将曹阿姨送回家后，便开车回到了自己家。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是不是又没有谈好？没谈成，准备下午那一个吧。这一次又是因为什么？他家太重男轻女了，提出的条件太夸张了。他家要58万8的彩礼，1分都不能带回，嫁妆3床被子，除了彩礼之外，还有5金下车费。行了，你不要说了，没有那些别的，就58万8的彩礼，我们也出不起。那些杂七杂八的加在一起也有30-40万。老两口对视了一眼，眼神里充满了无奈。现在行情已经这么高了吗？我打听过，没有这么高的，这家有点欺负人了。谁叫你年纪那么大了呢？人家提高价码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理解什么呀？我不理解，对方那女的也28岁，就比虾仁小1-2岁，有什么理由来嫌弃我们家虾仁年纪大？就是他们钻钱眼子里去了。你们别自己吵起来了，不适合就算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今天下午不是还有一个吗？爸妈不要着急，好饭不怕晚，我们还等得起。没事儿，下一个会更好。慢慢来，你年纪也不是很大，只要努力还是能找到的。哎，不去说那些不高兴的事情了，说一件高兴的事吧。什么高兴的事儿？我买房了，30一厅，140平的电梯房，就在南门街的恒科园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买房子呢？那房子很便宜，精装修的，首付只需要几万块钱。我想着现在这房子爬上爬下的也挺累人的，你们年纪又大了，身体扛不住，所以就买下来了。首付几万，可房贷会很高吧？不高，我明年就会升职加薪，到时候我的住房公积金差不多就可以覆盖房贷了，没有任何压力。听到虾仁这么说，老两口的表情这才轻松一些。其实这房子你可以等一等再买的，没必要等，早买早享受。虾仁随后便带他们去看了新房，商量好当天就搬家。下午，他又前往王阿姨侄女家继续相亲。小婵呢？相亲的来了，他人去哪里了？在家里害羞着呢，不好意思出来。害羞？这侄女是会害羞的人吗？立人设可以，但是不能立得太夸张呀。让她出来吧，相亲嘛，都不见面，怎么相亲呢？我去喊她。说完，王婵妈便进屋把王婵叫了出来。这就是小婵，你看长得还可以吧？很漂亮。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游泳健将的奖励。注意，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游泳健将，这是个什么鬼奖励？那是你的车吗？是我的，前些天才买的宝马7系。我可以坐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兜兜风。带上车，车门锁死，强行的带他去兜半个小时的风，这次相亲活动岂不就成功了？我不介意，相亲是他们2个年轻人的事，让他们单独的聊一聊更好。我们几个年纪大的就不要掺杂进去了，要不然他们话都不好意思说。那你们就一起出去玩去吧。王婵闻言，几步就冲到了车边，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。虾仁见状，也随即上了车。没必要这么矜持，我更喜欢活泼开朗一点的女孩子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谁喜欢跟那种半天蹦不出一句话的人来交流呀？那得多累！做人嘛，就要自在一些，这样才更舒服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呀，哥，你不早说，我妈叫我装矜持，让我能不说话就不说话，别把相亲对象给吓跑了。我就纳闷了，几句话就能吓跑的相亲对象，那要这有啥用呀？哥，你说是不是？是的。哥，有烟吗？没有，我不抽烟。那有槟榔吗？那个我也不吃槟榔。哥，再过去一些，那里有一个小卖部，要不我们先去那里买包烟，买包槟榔。好的。我没钱，哥，你能出钱不？能，必须能。随后，虾仁把车停在小卖部，买了烟和槟榔。买槟榔时还中了520块。王婵执意要把钱转给虾仁，
虾仁收下后，两人这才上了车。想去哪里玩？县城还是市里？去县城就几分钟，去市里去一趟最少得半个多小时，在路上就可以把相亲任务给完成。去县城吧，没问题。哥，我要带2个朋友一起玩，你会介意吗？我们2个相亲，你带2朋友做什么？嫌没氛围，找2大灯泡来当灯光师呀。女的，2个都女的，不带也没问题。为什么要带2朋友呀？想在他们面前装13，让他们看一看我现在坐的宝马，让他们感受一下我的人脉。没问题，你叫吧，可别叫多了，咱们这车载不了太多人。谢谢哥。虾仁照着王禅指的方向开，接上了他的第一个朋友小红。姐夫，你这车真漂亮，你太有实力了。就普通一车，没啥实力。哥，你往前面开，到第2个路口，往右边绕过去，接我另外一个朋友。虾仁在前面开着车，后座2个妹子叽叽喳喳的聊着，一会儿商量去哪玩，一会儿又讨论哪家奶茶好喝又便宜。晚上我要回家吃饭，你们去哪里吃饭？我可以把你们送过去，但我没法陪你们一块儿吃饭。为什么呀？我今天家里搬家，今天晚上第一次开火，我得回去吃饭。哥，你买了新房子了？是的，才买不久的房子。哥，你在哪里买的房子呀？买的县里的恒科园。恒科园，咱们县最豪华的小区。哥，你太厉害了。姐夫，你真厉害。这里的房子也不贵。要不今天晚上我们不去外面吃饭，去你家里吃饭？这样啊。婵姐，这样不好吧？他们家大人在呢。怕啥？我是他的相亲对象，见大人也不要紧。哥，你想啊，乔街新区要热闹，第一顿饭就要人多，我带2个姐妹过去，就多了3个人，那不是更热闹了？有道理，那就这么安排吧。等会儿我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让她多准备一些饭菜。虾仁又绕了几个弯后，接到了王禅的另一个朋友。姐夫，有打火机吗？有啊，你这是多久没抽烟了？至于这么夸张吗？一天，整整1天，1根烟都没抽过。为什么要这么虐待自己？还不是因为我妈不让我抽烟，怕我熏着人家，还让我一遍一遍的刷牙。口香糖我吃了整整1瓶。那你付出的牺牲蛮大的。其实有个啥用呀？我心里清楚的很，我们不是一路人，谈不成的。虽然也认同这样的说法，但这样直接说出来还是有点尴尬。我不是说你不好，我是说我不好。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呀就配找一个烂仔，一起烂到老。哥，你是一个好人，不会跟我这种坏女孩在一起的。其实我觉得你也挺不错的，这个精神小妹比那些动不动就要天价彩礼、要管钱的女人好得多，还是更愿意跟这样的人相处。那你会娶我吗？就算你想娶我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不是一路人呗，一看你就是个正经过日子的人。我是一个喜欢玩闹的人，交个朋友还可以，要是做夫妻，那不得天天打架。也有道理。恭喜宿主完成第8次相亲，获得游泳健将技能奖励。事情说开了，两人也都放下了心事，气氛也渐渐活跃了起来。到县城后，虾仁先是带着3人逛了一圈，买了些东西，随后开车返回了新家。我未来的儿媳妇就在这3小只里面吗？阿姨好。你们好，人来就可以了，还送啥礼物呢？应该的，总不能空手而来吧？妈，这个就是馋妹子，王阿姨介绍给我的相亲对象，这个是小红，这个是小兰。我儿子该不会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吧？我如果拆散他们，会不会成为电视剧里面的那种恶婆婆啊？可是娶这样的儿媳妇儿，以后她会不会打我呀？你们好，欢迎你们来玩，快进屋吧。哥，你这个房子好漂亮，装修太豪华了，这就是有钱人的家吗？儿子这几年到底受了什么刺激，怎么喜欢这种呀？几人一进屋就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原本安静的屋子瞬间热闹起来。虾爸虾妈在厨房里面面相觑，一脸发愁。那女孩子长得还行，可是染着一头黄毛，嗓门又那么粗，一看就不是好惹的。孩子自己喜欢就好，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。跨过年他就30岁了，有一个伴总比没有好。也只能这样了，希望会变好吧。你们现在动身了没有？正准备动身。虾仁，你还记得周胖子吗？记得，怎么了？他现在在我这里，他也想过去。那好呀，多年没见面的朋友了，正好聚一聚。10几分钟后，小峰提着2瓶酒，带着2个孩子和周胖子一同来到了虾仁家。胖子，好久不见，你是一点肥都没减呀？减肥太辛苦了，不减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这哥俩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。那你快点结婚生一个呀！你说你们这么客气做什么？人来了就是情分，还带什么礼物？怎么能空手上门呢？我这次过来是有件事情想让虾仁帮忙。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过我的，能帮上忙的那肯定要帮。什么事？我堂弟明天结婚，原本订好婚车，可女方嫌档次低，要求接亲车不低于50万。这几天结婚的多，好车难租。我看你朋友圈发了宝马7系，想着能不能借你的车做迎亲婚车。没问题，你一句话的事情。你放心，我堂弟家不差事，不会让你白帮忙的。这个无所谓，冲着你的面子，这个忙我必须得帮。现在结婚对婚车也有这么高的要求了吗？
谁知道是对婚车有意见，还是对我那个堂弟有意见呢？啊，明天都要结婚了，还对你堂弟有什么意见？女方不是那么愿意结婚。虾爸虾妈听着都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不知道那个黄毛丫头会不会也那么做？胖子，真羡慕你，娶了个好老婆，安安分分的。周胖子闻言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但很快又收了回去。一个老同学快30岁了还没有结婚，另一个老同学正闹着离婚，这个时候表现得太幸福，那就是对兄弟的背刺。什么好老婆，还不是天天唠叨我不减肥。家里还有客人，我相亲对象带他俩朋友来了，馋妹子过来玩吧。听到了，哥。兄弟，你这是终于活成你讨厌的样子了吗？我记得你之前一直不喜欢非主流的呀。这个胖子是你们的周哥。周哥好。他家庭幸福，你们要跟他保持距离。这个脸色有点憔悴的帅哥是你们陈哥。陈哥好。正闹着离婚，好男人一个，你们可以考虑一下。别开玩笑了。没开玩笑，你这一次离了婚，想要再结婚的话，从他们这里面挑一个，比你自己找的靠谱的多。离婚了就再也不结婚了，这种罪受一次就够了，没必要受第二次。话刚说出口，他才惊觉不该在这种场合说这话，连忙又解释起来。我不是说结婚不好，你们该结婚还是得结婚，只是我不想再结婚了，以后我带大这2个孩子就可以了，没必要给他们找个后妈来虐待他们。你看他们一看就人美心善，母爱爆棚，怎么可能虐待孩子呢？要是找一个这样的，那我就是养3个孩子了。几人聊了几句，虾妈便张罗着开饭。3个姑娘一边吃一边叽叽喳喳的聊着，2个孩子坐在旁边听得眼睛发亮，只觉得这几位姐姐又酷又威风。陈哥，离婚那事你也别烦恼，该离就离，天底下好女人那么多，离了再找一个就是了，下一个一定更好。谢谢你的祝福，希望吧。要是找不到，我可以给你介绍，我姐妹很多的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身材婀娜多姿，不要财政权，还可好养，一天给她50块钱就够了。去你的，陈哥，我也很好养的，我只要40块钱一天。你这个公贼，跟我卷！你们别开我玩笑了。我们才不开玩笑呢，你是不知道，你这样的老大叔，在我们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眼中，那是多么的吃香。我做梦都想嫁给一个踏实负责的老实人。3姐妹轮流和小峰干杯，又是安慰她，又是夸奖她，情绪价值给得足足的。小峰不知不觉间也多了几分自信。也许我没有那么糟糕，只是没有遇到一个对的人罢了。吃完饭，小峰和周胖子便回去了，虾仁则开车送3姐妹回了家。他送完人折返到家，刚进门就被虾妈叫住了。你先等一等，问你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跟那个馋妹子怎么回事？真的要跟她谈对象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们的人生追求都不一样，做朋友可以，谈对象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哦，那你为什么把她带回家来呢？这样多尴尬。你别把她当成我的对象，而是当成我的朋友，这样就不会尴尬了。他们3个不肯要红包，每个人就抽了一张100块的，其余的都还给我了。还还给你了？他们闹归闹，还是挺有原则的。其实我觉得那个女孩子为人也不错，她看到小峰心情不好，他们几个就安慰她，就是头发有些花里胡哨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其实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是有点闹，可能还是太年轻了吧，再过几年也许就好了。别多想了，他有他的生活，他并不想被家庭给束缚，咱们不能强求。你现在也不那么缺钱了，买几件贵一点的衣服吧，让自己看上去好看一点。没问题，我有一套西装，是我入职的那年花1000多块钱买的，遇到重要场合才会穿。明天我就穿上那套西装吧。明天又没人和你相亲，明天我去给胖子的堂弟接亲呀，说不定能遇上几个漂亮的伴娘，看到我长得帅气，又开着豪车，追着找我要微信求交往呢。你越来越不要脸了，要脸讨不到媳妇，那只能不要脸了。虾仁说完便回了房间。次日一早醒来，就又收到了系统的任务提示：丁，完成第9次相亲，相亲成功，奖励1张双色球福利彩票，只要去投注必定中奖。注意，只能买1注，而不是单注多倍。系统给的奖励一般都不低，应该是1等奖，最低也得是2等奖。虾仁洗漱完后便出了门，虾妈正坐在家里刷手机，微信群里突然有人发出来一段视频，紧跟着又发来一条语音：二大桥有人跳河了。怎么这车这么面熟，跟我儿子的车一模一样？怎么回事？谁跳河了？说是接亲的新郎跳河了。大喜的日子，新郎为什么跳河？好像说是临时要下车费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新郎气不过就跳河了。不会那么巧吧？他们说新郎跳河之后，那个开婚车的司机也跟着跳了下去，好像是要救他。虾妈闻言心里一紧，不会是虾仁吧？这大冷的天儿，他又不会游泳，不会那么傻吧？妈，找我有事吗？我刚刚在一个微信群看到有人说二大桥有新郎跳水，司机也跳下去了，我还以为那个司机是你呢，快把我给吓死了。是我，才过去半小时，你就知道了吗？是你？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这大冷的天儿，从桥上跳下去，你要是出了事儿，你让我和你爸怎么活？我这不是没事吗？我还救了一个人呢。妈，你没听说过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？这是很有功德的事，以后我肯定会获得福报的。
救人是好事，可是你不能拿命去救人呀，那万一呢？妈，你别担心，水流不急，而且我游泳技术强，救人也没问题。要是真有危险，我不会逞强的。那你伤着了没有？没事，一点伤都没受。你不是不会水的吗？怎么又游泳技术强了？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，我上班的地方是国企，福利挺好的，每个夏天都会给我们发游泳票，然后我夏天天天练，就变成游泳健将了。那个新郎怎么样了？身体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情绪有点糟糕，但他父母已经赶过来了，有他们看着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他为什么要跳河呀？这个一言难尽，等会儿我回去再说吧。挂了电话后，虾仁迟迟没回家，虾妈又接连打了2个电话，他这才赶了回来。我在群里面看到那个视频，看到是你的车，差点就把我给吓死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好端端的，新郎为什么要跳河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是去接亲的吗？你也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不清楚，我们不能造谣传谣，这个事情不能乱说的。那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跳河呀？琐事，就一些婚礼的琐事，跟彩礼绝对无关。我也没问是不是和彩礼有关呀。反正问没问，都跟彩礼无关，就是婚礼琐事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相信的。我听他们说，谣言那是谣言。我都还没说他们说的什么，你就说他们说的是谣言。必须是谣言，所有的说法都是谣言。妈，你不要传播那些东西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别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给弄进去了。那么严重吗？不信谣，不传谣，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我还听他们说，那也是谣言。我都没说是什么，因为所有的都是谣言，女方说什么那就是什么，没被女方认可的说法都是谣言。要是随意传播，引起了对女方的网暴，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男方现在没什么事儿了吧？应该不会再去做傻事儿了吧？没事了，有他父母看着，他应该是不会再自嘎了。现在这个时代，结婚真的是必须要的吗？为了结婚，把儿子给逼成那样，真的好吗？你要是觉得结婚不好，以后我们也不逼你了，你想结就结，不结就不结。你们不要担心我，我只是从桥上跳下去，受了点惊吓。结婚还是要结的，有相亲的对象还是要给我介绍。但以后我们要认真的挑，不要着急了，遇到一个不贤良的，真的会毁掉一个家庭。现在的女孩子也有正常的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但这个风气终究是坏掉了。虾仁吃完午饭后，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。这时，周胖子打来了电话：“兄弟，谢谢你，你救了我堂弟一家。”不用谢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他们调解的怎么样？女方现在的意思是可以继续结婚。继续结婚？他家不想退彩礼，不想赔偿损失。哪来的脸？他家否认了所有的事情，一口咬定是琐事，说是我堂弟心理素质不好。他们在车上说的话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可是他们不承认之前说的话。我行车记录仪上面应该有记录。兄弟，能复制一份发给我吗？可以，等我一会儿。谢谢兄弟。挂断电话后，虾仁随即把行车记录仪里的内容发了过去。过了半小时，周胖子发来了微信信息：“兄弟，真的太感谢你了，他家返还了一半的彩礼。”就一半？兄弟，能一半已经相当不容易了，这一半都还是他们东拼西凑借来的。我堂弟给过去的那些钱，他们早就花光了。那算是调解完成了吗？是的，我们刚刚才从衙门出来，现在肚子饿得要死，我们先去吃点东西，等会儿就去你家感谢你。感谢就算了，让他们回去好好休息，好好的开导一下你堂弟吧。傍晚时，周胖子还是带着他堂弟一家登门道谢了。送走几人后，虾仁心里泛起一阵迷茫。那几个精神小妹没心没肺的活着，也许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那么的不好，在吗？在的，哥，有事吗？昨天还说请你们唱歌的，今天晚上有空吗？不是，他主动邀我唱 K， 他真的不嫌弃我这样的吗？有空啊，必须有空。那我去接你，一起吃个饭，然后一起去唱歌。好啊，好啊，要不要叫上小红和小兰？叫上吧，人多热闹点。好的。虾仁跟虾妈打了声招呼后，拿了一条烟就出了门，没多久便开车到了王禅家，接上了他。哥，怎么想到约我们唱 K 了？昨天不是答应了你们吗？咱们要说话算话。信守承诺是我们江湖儿女的做派。虾仁闻言笑了起来，积压了半天的郁闷总算稍稍松动了些。给你带的，不要客气。哥，你太好了。你通知他们2个没有？现在要不要开车去接他们？通知了，他们现在应该都在路上等着。哥，晚上要去哪里吃饭？我几年没回来了，对这边不熟，你说哪里好就去哪里呗，我买单就是了。好，那我一定给你推荐一个好吃不贵的地方。随后，虾仁开车接上了小红和小兰，来到了王禅推荐的火锅店。刚坐下，就拿出手机给小峰打了个电话。在干嘛呢？有时间出来吃个饭不？在我父母家，正准备吃饭。出来吧，大家聚一聚，热闹一下。吃完饭了再唱个歌什么的。好吧，什么地方？我马上过去。虾仁把地方告诉他后，便挂了电话，紧接着又打给了周胖子。胖子，现在我和昨天那3个妹子在一起吃火锅，小峰等会儿也会过来，你要不要过来吃一口？算了吧，我还在开导我堂弟呢。把他带过来，大家一起开导，有兄弟也有妹子，一起热闹，不比你一个人在那里干巴巴的开导要强。也行。
就咱们几个人吃着没意思，我又叫了几个人过来。没事，人多热闹，反正是你请客。哥，你说要开导，开导谁呀？你哪个朋友失恋了吗？不是失恋了，是今天二大桥有人跳河的事情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听说了，说是一个新郎去接亲，快到酒店了，新娘突然开口要。那些琐事就不要说了，需要开导的就是那个新郎。是他。哥，昨天那个胖子找你借车，该不会就是给他借的车吧？太聪明了，就是给他借的。那个跟着跳下去救人的司机，该不会是你吧？是我。这个男人，我一定要给了他，不管配不配得上，不管有没有未来，现在我不想错过这个男人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峰过来了。咦，你怎么没把你俩儿子带过来？他们在他爷爷家里，大冷天的也不想出来。过年准备在爷爷家过吗？是的。等会儿周胖子会带他堂弟过来，你记得开导一下他。二大桥跳河那个，就是他。也是个可怜人，幸亏有你，不然一条命就这么没了，一个家庭也就这么毁了。今天二大桥这个事情出来后，我爸妈还说遇上了那样的媳妇，不如早一点离。他们也是怕了吧？怕你也想不开。我那时候是真的急了，就想着这婚要是离不成，活着也没意思了。我有几次都站到我们那栋楼的楼顶上，想着往下面跳了。那你不行，为什么要自己往下面跳呢？要是我，谁给我那么大的气手，让我活不下去，那我嘎之前也得找几个陪嘎的。我也有过那样的想法，可是一想到2个孩子，就熄了那念头。软肋啊！你们活得那么不痛快，就是想的太多了，想太多了，没劲。是的，我们要活在当下，怎么开心就怎么来，未来的事交给未来。还是我哥通透。这时，周胖子带着他堂弟过来了。你这还算好的，没有领证就分了，虽然赔了一些钱，但也算是及时止损。我现在要离婚了，他还想分我的房子，闹得对簿公堂，以后到底怎么分割都不知道。我这2年也没少受他的气，订婚之前他不是这个样子的，等到订了婚，马上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2个婚姻失意的男人，一边吃着火锅，一边互相倒着苦水。不是，你们怎么忍得了的？路上随便找一个都要比他们更好呀。我们认识的姐妹很多，要不给你们介绍一个吧？怎么着也不会那个样子。那个女的住在哪里？要不要我叫一帮朋友给你出气，把她家给砸了？我看到消息说是李家湾的。这个就不用了，他家出了什么事，帽子叔叔肯定要找我的。这个就算了，为了那么一个烂人，把你们给弄进去，太不值得了。进去多大的事呀？又不是没进去过。不用，不值得。胆小鬼。婵姐，姐夫这是心疼你呢。哥是真的吗？是啊，心疼你。那就放他一马。一行人吃完火锅后，又去唱了 K， 直到凌晨4点才各自回了家。第二天，虾仁起床吃午饭的时候，整个人蔫蔫的。你彭阿姨说，她有一个同事的女儿，昨天从省里回来了。她说了你的情况，女方家里觉得可以见一见，要是可以，今天下午就见个面，你要不要过去？那必须过去啊！这一次相亲的奖励是1张中奖彩票，为了这1张彩票，必须要过去。你一晚上没睡，回来也才睡3、4个小时，撑得住吗？撑得住，年轻人熬通宵算什么？何况我还睡了3、4个小时。那我跟你彭阿姨发条消息，等吃完饭就带你过去。吃完饭后，母子2人带着礼物去了彭阿姨家，随后彭阿姨便领着虾仁来到了女方家里。你们这么快就来了啊？小虾自己有车，过来挺方便的。我知道宝马7系嘛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不是说他是昨天二大桥救人的那个人吗？现在县里谁还不知道救人的那个开的是宝马7系啊？哥们现在也是名人了。小伙子挺不错的，舍己救人，救了一个家庭，这都是应该做的。有没有给你颁发一个见义勇为奖呀？还没有听说这个事情，应该没那么快吧？洛洛，小虾来了，你出来一下。知道了。你好。你好。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必中1注双色球福利彩票的奖励。注意，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你现在1个月工资大概是多少呢？5、6千1个月。这个工资在彭城很低啊，你这样的工资是怎么买得起房和车的？不会是背了很多贷款吧？因为我有做兼职，兼职的收入比工资收入要多。多少？多很多。很多是多少呢？我的房子和车子没背上1分钱的贷款，也没有让父母出1分钱，就是凭我自己的能力获得的。那收入挺高的，那你为什么不专注的搞你的兼职，还要在那家公司上班呢？轻松稳定，而且和我的兼职不冲突。就算我外面的事业失败了，有这一份工作，我未来也有保障。稳定好呀，现在看着没多少钱，但以后能有一份保障。你现在的工资多少？我上班那里工资挺一般的，不过我也不是冲着他的工资来的，在那里上班就是因为清闲，我是一边上班一边考编。那倒是，考编才是正道。可不是吗？要讲铁饭碗，没有比这个更铁的饭碗了。国企虽然也好，但是跟进体制比起来，那又差了很多，各方面都要差。是，确实是这样的。你也是大学生，为什么选择进国企，而不是考个边境体制呢？这是我想不想的问题吗？当时一念之差，看到他们来学校招聘，感觉还挺可以的，就过去了。
其实现在考编也来得及，你还没到35岁，还是有机会的，能进入体制，怎么也比你在国企要好。我公司领导跟我说，过完这个春节就升我的职，工资待遇能翻1倍，所以我暂时还没有考编的想法。升职，好事情呀。升职，工资还翻倍，那确实是好事情。国企5、6千的工资，这翻上1个倍，岂不是1万多了？这个男人有资格跟我相亲了。你昨天在2大桥跳水救人这种事情，别人都说你舍己救人，说有多了不起，其实我个人是不认可的。为什么？这是做好事呀！他这跳下去，把那个新郎救起来，等于是把他们一家都救了，多好的事呀！说明这孩子为人善良，好人有好报，他是有福之人。他是救了别人一家人，但这是对自己家人的不负责任。也有道理，要是把自己搭进去了，那确实不好。这不显得这个小伙子的人品更可贵吗？可是这样太危险了。如果我结婚了，我的丈夫这样做，我不会夸他，只会恨他。你说这是不是不负责任？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不过我也不是一时冲动，是因为我游泳技术好，我有绝对的信心能够把他救上来。但我还是觉得没必要为别人冒这样的险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行为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以后我会好好的考虑。昨天那个视频我也看了，桥上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去救的，就你一个人跳下去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大家都认为不救是正确的。有道理，是我冲动了。有善心当然是好的，但我觉得你的善心应该用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，而不是无关的人身上。你说的对。以后结婚要买房子的话，你是准备买在省城还是买在彭城呢？他家不是在恒科园买了大房子吗？那得看你觉得应该买在哪里，那就买在哪里。我觉得省城好一点，彭城的房子太贵了，有多余的钱拿来提升生活质量不更好吗？有道理。所以你是同意我们结婚时在省城买一套房子吗？没问题。能全款吗？有一点难度，但也不是不能做到。如果买房的话，可以加我的名字吗？那必须的。在省城买房子也挺不容易的，既然你要买房子，那这么着，彩礼我们就不要了。房子归房子，彩礼归彩礼，都需要的。房子嘛，以后你自己也要住的，不能说是给女方买的。至于彩礼，是给女方嫁到一个陌生家庭来提供安全感的，不是给女方家里的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我听说你们那边有的要40、50万彩礼的。那我家也会给40、50万。我现在一边上班一边考编，感觉有点力不从心。如果可以脱产，专心的考编，我觉得上岸的机会应该更大一些。那肯定的，专心做一件事情，成功率才会更高。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，你能不能给我脱产考编提供帮助？能，那必须能。只要你上岸了，那咱们家里也算是有做官的人了。怕是等你上岸，第一件就要长我这个大冤种了。我觉得生育对女人的身体伤害太大，我并不是很想生育，这个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？我国的法律规定，女性独享生育权。你要是觉得生孩子对身体伤害太大，我能接受丁克。这样不行吧？孩子还是要生的，不生孩子以后老了怎么办？生孩子对身体肯定有伤害，但也没有那么夸张。要是真有那么大的伤害，我们女的也不会比男的活得更久了。要是给虾仁找一个不愿意生孩子的媳妇儿，那回去真的没法交代了。在广场舞这个圈子里面也不好做人了，哪能这样坑朋友的呢？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应该要征询一下你父母的意见，看他们支不支持。嘴上说着不想生孩子，不过是想拿这个当借口要钱罢了。我父母他们年纪大了，还是有点封建思想，对生孩子这种事情比较执着。年纪大的人多少都会有点封建思想，能够理解。我会劝他们的，我相信我能说服他们。这个思想工作很难做通吧？大不了我跟他们摊牌，要是不同意，这个婚我就不结了。那也不必，我只是想起嫁，可不能把这门生意给搅黄了。老人有老人的想法，他们的想法不一定是错误的，这个我们也要体谅一下。但是生孩子对你的身体损害太大了，我觉得这样不合适，对你太不公平了。身体损害这件事情，其实如果有条件得到比较好的呵护，还是可以补回来的。当然，这需要很多的钱。这是开始要嫁了吗？我有个同事，她也是结婚了，不想生孩子，然后她公公婆婆为了鼓励她生孩子，给了她50万的生育补偿。这倒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。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父母沟通一下，说不定可以讲明白。我会跟他们沟通的。这样不是很适合吧？那公公婆婆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是啊，这个是相互选择的事情，男方可以找一个不需要花1分钱的女孩子，自由抉择嘛。夏先生，你说是不是？说这话不就是打我这个媒人的脸吗？小夏，你怎么说？我觉得林小姐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一段幸福的婚姻必定是双向奔赴的，倘若是单方面的付出，另一方只知道索取，那肯定没法幸福。林小姐听他这么说，心里莫名发慌，总觉得这话像是在说自己。我觉得在婚姻关系中，女方的牺牲很大，又要生孩子，又要做家务，又要提供情绪价值，要求一些尊重，还有一些经济上的补偿，是完全合理的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我举双手赞同。婚姻从本质上来讲，就是对女人的压迫。这孩子这么急了吗？回去要跟他妈说一下，不能这样，这样会吃很大的亏的。夏先生，你真的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男人，能够体会到女人在这个社会所遭遇到的困境，谁能够嫁给你，一定会很幸福。恭喜宿主完成第9次相亲，获得1注双色球福利彩票中奖机会。
现在我才意识到，婚姻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压迫，那就不结婚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，没有婚姻那就不存在压迫了。林小姐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作为一个尊重女性的男人，我不能做压迫女性的帮凶，所以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，我决定了这个亲我不相了。也不要这么极端啊！不，这不是极端，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应该有的态度。立刻马上停止对女性的压迫，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。其实，林小姐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压迫你的事情。来这里相亲是一个错误，我们不能一错再错了。彭阿姨，我们走吧。那就走吧。等一等，夏先生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谈一谈。林小姐，感谢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一切，让我明白到原来婚姻对女性的压迫是如此的残酷。请相信我，我不会一错再错。这里面可能有点误会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夏人和彭阿姨就离开了。小夏，你别听那个女的胡说八道，咱们国家早就男女平等了，哪里有那么多的压迫？该结婚还是要结婚的，可别为了什么不压迫女性就不结婚了。彭阿姨，你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都多，你说的一定有道理。你说没有压迫，那肯定就没有压迫。本来就是嘛，要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压迫，哪个女的还愿意结婚呀？还有一些离了婚的女的，转过头就要2婚3婚的，真要有那么不好，她结那么多次婚干嘛？有道理，彭阿姨，你一句话把我从思维的误区拉了回来，看来这婚还是要结。还愿意结婚就好，要是被我带出来相这么一次亲，回去后就不肯结婚了，那我的罪过就大了。那个小林以前觉得还挺好的，没想到长大了变成这个鬼样子，也不知道受了谁的影响。彭阿姨，那只是少数人，大部分女孩子还是正常的。送彭阿姨到家后，虾仁在回去的路上本想买一注双色球，可路过的几个彩票投注点都关了门，只好作罢回了家。又没有谈好是吗？是的，没有谈好。这次又是为什么？那个女孩子好像觉得婚姻是对女性的压迫，我想了想，咱们不能做那种压迫别人的事情，所以就放弃了。觉得婚姻是对女性的压迫，那她相什么亲呀？算了，过完年再说吧。好饭不怕晚，等一等，也许能等到更好的。明天就除夕了，不能太丧，得精神起来。还好儿子看起来并没有多难过，我这儿子别的不说，心理素质还是挺强的，屡败屡战。虾仁在家休息了一会儿后，出门买了年货和烟花回来。家里已经买了年货了，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呀？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还买那么多烟花，钱多了没地方花嘛。热闹一下，红红火火的，为明年讨一个好兆头，说不定把这些烟花一放，明年就能够娶一个媳妇了呢。虾妈闻言便也不再反对，虾仁随即拍了几张烟花的照片发了朋友圈。次日一早醒来，他又收到了系统发来的任务消息：丁，完成第10次相亲，能够获得这个世界上最健康的心脏，此外还能获得500万人民币的额外现金奖励。馋妹子有不少精神小妹同伴，要不要让她给我介绍一个相亲对象呢？算了吧，我在鹏城办了几个婚介公司的会员，按照合同要给我介绍几10个相亲对象，也够我刷系统奖励了，就别做这种膈应人的事情了。随后，虾仁拿起手机刚点开，就看到江圆圆发来的几条消息。虾老师，轩轩说想和你一起过年，我准备把他带过来，再过半个小时，火车就要开了。江姐带着轩轩过来了，江姐，我马上去市火车站接你。今天这么早就起床了？妈，你别准备我的早餐了，我有事出去。大年30，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出去啊？我有个很好的朋友，想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风土人情，带着他女儿要来我们家过年，我去火车站接他一下。来我家过年？他自己没家吗？为什么要来别人家过年？他刚离婚没多久，母女俩相依为命，也可以说没家吧。母女俩？你那朋友是个女的？对，是个女的，照顾了我很多，我兼职最大的收入就来自于她这里，我是她女儿的家庭教师。你不会跟那个女的有一腿吧？你脸红什么？精神焕发。跟你说正经的呢，不会是你拆散的他们家庭吧？不是，我能做那种事情吗？我正人君子。他多大年龄？大我3岁。还好，年龄相差不是很大，还能生吗？妈，我跟他只是好朋友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就把他当做跟小峰差不多的朋友就是了。那大过年的人家来了，要包一个多大的红包才适合？你别瞎折腾，人家贼有钱，家里5栋楼收租，离婚还分了几个亿，不会计较你钱包少了。那么有钱，我相信你刚才说的跟他只是好朋友的话了，人家那么好的条件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我要去接他了。随后，虾仁开车来到了火车站，接到江圆圆和轩轩后，便往家开去。江姐，你越来越漂亮了。有吗？比以前显得更年轻、更漂亮了。虾老师，下次旅游我们一起去吧，那些地方真的好好玩。好呀，等暑假了，我们一起出去旅游。可是暑假好热，出去玩一定会很辛苦吧？暑假也不是什么地方都热，
有些地方很凉快的。真的吗？真的有很多避暑胜地，最适合夏天出去旅游了。那我们就暑假出去玩。这辈子还没旅游过，找个机会出去玩一段时间，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几人在车上聊着天，没一会儿就到了小区地下车库。这里还可以。这个小区是我们县城最高档的小区。很贵吧？不贵，4000多一平。那么便宜？小县城就这个物价水平，这已经是最高的了。你先等等，我拿点东西出来。拿什么东西？这一次来你家体验过年的感觉，也不能空手来，所以就买了几件礼物。我也不知道你爸妈喜欢什么样的礼物，就胡乱买了几件，买的不合心意，你不要见怪。随便买点水果都可以了，这么费心干什么？不知道他买的是什么，但看这盒子，想来价值不低。也不能那么敷衍。昨天妈妈挑这些礼物都挑了半天，太费心了，江姐。其实我们不用这么客气的。第一次来，又是大过年的，哪里能那么不懂事？虾仁没再多说，随即领着2人回了家。叔叔好，阿姨好，我是虾仁的朋友，这个是我女儿萱萱，快叫爷爷奶奶。原来是个结巴，难怪能看上我儿子啊。爷爷奶奶好。好，真乖。如果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真是我孙女，那该多好。这是我在彭城最好的朋友江圆圆，江姐在那里她最照顾我了。这个是她女儿子萱，我给她做了几年的家教。你好，叔叔阿姨，这是我给你们带来的礼物。第一次来，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，就自作主张买了这些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。你们要有什么喜欢的东西，可以告诉我，下次我给你们带来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人来了就可以了，还带礼物来做什么？2人互相推让了几番，虾妈见她的脸越来越红，实在不好意思再推辞，便只好收下了。原来这个大美女不是结巴，是太紧张了啊！难道我能给人带来那么大的压力吗？不会在她的心目中，我是一个恶婆婆吧？好像哦。爷爷奶奶在做什么好吃的呢？我们在做团年饭呢，还有2、3个菜，做完就可以吃团年饭了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最后几个菜也端上桌了，几人围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吃起了团圆饭。奶奶，你做的排骨真好吃。喜欢吃就多吃点，要是再多一个他们的孩子，那该多热闹。过年了，要不要喝点酒啊？我不喝酒的。他只喝红酒。红酒我也喝不了。吃完饭后，江圆圆便帮着虾妈一起收拾碗筷。不用，你们大老远来辛苦了，先去休息吧，这些我来就可以了。没事，我不累的。这女人太贤惠了，也不知道我儿子有没有这样的福气。小江啊，没想到你这么有钱的人家，干起家务活来还这么麻利。阿姨，我在家里天天都做家务的。太能干了。我很笨的，除了做家务、收房租，别的我都不会了。你这么有钱，还需要干那些干啥？现在好多女孩子啥也不会做，也不愿做，谁娶了你，那可就享福了。可是我连孩子都生不了了。江姐，你远道而来，现在也该累了，去睡一会儿吧，养一养精神。晚上我们带着萱萱放烟花去。快去休息吧。江圆圆点头应了一声，便走进屋里，坐在床上发起了呆。也不清楚这大过年的带着女儿跑到这里究竟算怎么回事，我真是疯了，我是怎么敢的呀？另一边，虾仁坐在阳台晒着太阳，忽然收到了冯双宝的微信。兄弟，等会儿我会给你打视频，我父母要在旁边观看，你配合一点。你来找我帮忙，我很高兴，说明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但是你求我帮助，你都不叫我一声义父，这又让我很失望。义父，需要我怎么配合你？等会儿我给你打视频的时候，你假装不知道他们在旁边就行了。明白了，然后呢？需要说一些什么？肉麻的话，秀恩爱的话。多肉麻？想你的夜那个程度吗？你过年吃的究竟有多好呀？这一张嘴就往外直冒油。好吧，我先揣摩一下角色。10分钟之后，我给你打视频，你要做出很惊喜的样子。好的，我先酝酿酝酿。10分钟后，冯双宝给虾仁打来了视频。宝宝，你终于又给我打视频了。不是昨天才打了视频的吗？虽然现实中的时间只过去了1天，但在我心里却漫长的跟3个季节一样。那么想我吗？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你。都在想些什么呀？想我们在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的时光，想我们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。虾仁正激情澎湃地背着台词，江圆圆忽然走了出来。虾仁看见他正双目悠悠地看着自己，不由得愣了一下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忘记台词了。那么古老的台词，亏你还说得出来。是不是台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完美地展现出了我对你的思念之情。原来他有陪他看星星看月亮的人，他们还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，终究是错付了，我就不该来的。虾仁一边和冯双宝说着情话，一边用眼角余光看着江圆圆，见他眼神越来越幽怨，心里很是过意不去。人家大老远的跑过来看我，我却在和另外一个女人说情话，那确实很过分。我成了他们普雷的一环吗？亲爱的，你最喜欢我的是什么呀？我喜欢你刚吃过草莓时留存在唇间的味道，喜欢你喝过红酒后酡红的脸色，喜欢你指尖的温柔。他这是在向那个姑娘告白，还是在向我告白呀？咦，好肉麻！这兄弟为了配合我做了不少功课吗？
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那些都是我记忆中你最美好的画面。虾仁和冯双宝聊了10几分钟，这才结束视频聊天。你怎么还没睡觉？本来睡着了，听到有人叫了一声宝宝，就醒过来了。跟我视频的是我在鹏城认识的一个很好的朋友。我知道。你还跟他一起看星星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。其实他性取向很不一样，他喜欢的是女人，就是他家里催着他结婚。现在不是回家过年吗？被他父母逼得急了，就让我配合一下，扮演他的男朋友。我又以什么身份去质疑他呢？兄弟，谢你了，我爸妈那边相信了，今年这个年可以踏踏实实的过了。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我又没有说你骗我，不是那种关系就好，要不然我一个不能生育的大龄离婚带娃女，凭什么跟人家争？虾老师，我困了，我再去躺一会儿。你先休息吧。江圆圆回了卧室，虾仁便又坐在阳台上晒起了太阳，脑海里总想起方才江圆圆看他时那幽怨的眼神。江姐怕是对我有些意思哦，以后再说吧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正确的。吃完晚饭后，虾仁带着江圆圆母女俩来到了河边放烟花。哇，真漂亮！哥，你现在在哪里呀？我在河边。我现在也在河边呢。你在河边哪个位置？我们过去找你玩去。我在2大桥东岸往南200多米的地方，我跟我朋友在一起。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我几个朋友知道我在这里，说要过来一起玩。好啊，人多更热闹一些。那几个都是女的。江圆圆应了一声，眼神变得有些幽怨。她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一看就是不开心。几个精神小妹，年纪不大，挺会搞气氛的，跟她们在一起会让人感觉挺开心的，好像自己都变年轻了。看来我在他眼里就是不精神，年纪又大，还不会搞气氛，跟我在一起会让他觉得不开心，让他觉得自己变老了。就普通的朋友，别乱想了，圆圆姐。我没有乱想，可能真的是我乱想了。他向我解释了几次，说明他心里其实是有我的。这时，王禅3人走了过来。哥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好漂亮一女的，是他新的相亲对象吗？3个非主流，虾老师怎么会跟他们成为朋友的呀？他喜欢染发的女孩子吗？我要不要也染一下头发，染成什么颜色好一些呢？哥，这就是嫂子吧？长得真漂亮。哥，你真的好福气，找这么漂亮一对象。不是的，我跟虾老师只是朋友，原来我真的误会他了。他们真的只是朋友而已。虾老师，你不要乱说话。他叫江圆圆，是我在鹏城最好的朋友。我在鹏城租的就是他家的房子，我还是他女儿的家教老师。原来是家教老师呀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也拍那种片子去了呢。他家里有房子出租，还有一个女儿，这不富婆吗？原来他喜欢这样的。哪种片子？江姐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嘴里就没一句好话。好久不见了，姐夫。姐夫，他们就喜欢乱叫，把生活当过家家玩。这个叫王禅，这个叫小红，这个叫小兰。你们好。哇，好可爱，太可爱了，跟年画里蹦出来的一样，好想捏一下。不用怕，这3个小阿姨只是看上去很凶，其实她们人很好的，叫阿姨。阿姨好，叫姐姐吧，我们还没那么老。江圆圆闻言，只觉得心口像是被扎了一剑。虾老师，我们放那个大烟花好不好？好。轩轩点燃烟花的瞬间，3个精神小妹也一下子兴奋起来，纷纷凑上前抢着要放。他们真的挺热情的。他们虽然是传统观点中的坏孩子，但心思单纯，没有太复杂的想法，只追求最简单的快乐。跟他们在一起更容易快乐起来。那2个为什么叫你姐夫呀？我跟王禅是相亲认识的，他们就冲着这一点叫的。你相亲了？是啊，不只是相亲了，还相了很多场亲，最多的一天相了2次亲。为什么呀？你也不小了，确实应该找一个媳妇了。他终归要结婚生子的，我又不能给他生孩子，不应该阻挠他的幸福。我没有结婚的打算。为什么呢？江姐，我跟我前女友的事情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，你对她很好，为她付出了一切，还欠了那么多钱，你是一个很好的男人。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再也没法相信爱情这个玩意儿了，跟这有关的一切我都不敢去碰。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跟他一样没良心的。我知道，但我不敢拿我的一辈子来赌别人的良心。要是遇上了一个你喜欢的呢？那我也不敢去赌。你怕什么？我怕喜欢会变质。虾老师，江姐，你要说什么？虾老师，我喜欢你。丁，女主就位，相亲正式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宿主可以获得最健康心脏的奖励。注意，半小时内主角离场，相亲失败不会获得任何奖励。我知道，我一个不能生育的离婚女人，跟你是没有未来的。可是我真的喜欢你，我想要跟你在一起，即使走不了一辈子，我也想跟你走一段。虾仁，可以吗？圆圆姐，我也喜欢你。那你能抱一抱我吗？虾老师，今天晚上我想和你一起睡。好，圆圆姐害羞是害羞，可她有时候也是真猛呀。除夕夜，河边的晚风拂面，带着几分清寒，2人相拥着，时光悄然流淌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第10次相亲，获得世界上最健康的心脏，并额外获得500万人民币的现金奖励。